北岳皇上要回御书房，顺公公提醒他北岳皇后做了噩梦。北岳皇上带着一肚子不爽去了北岳皇后那儿。他进去的时候，北岳皇后正朝宫女太监发飙：皇后训斥他们做什么？是他们要害臣妾，给臣妾下药，臣妾夜里才噩梦不止。宫人们连连磕头，说他们不敢。你们不敢，谁敢？本宫连云溪郡主什么模样都没见过，昨晚就突然梦见他，他还说我对不起他，他要向皇上告状，严惩臣妾。做了什么噩梦？臣妾也梦得稀里糊涂的。云溪郡主说，臣妾执掌后宫，让他丢了东西，怪臣妾看护不力。皇上，臣妾根本就没见过几件云溪郡主的旧物，又如何落下一个看护不力的罪名？我在梦中与他辩驳，他还要掐我的脖子，将臣妾吓出一身的冷汗。若是云溪郡主丢了东西，给皇后托梦，不更该给我这个皇上托梦吗？顺公公觉得这里头有坑，这可得盯紧点儿，免得皇上稍不留神就掉里头去了。皇上，臣妾错信安南郡主，帮他欺负镇南王世子妃，臣妾知道错了。东陵包藏祸心，给臣妾下毒，以此要挟皇儿和东陵。这口气臣妾实在咽不下去。皇儿有心出征，替臣妾讨回一个公道，又恐臣妾身中剧毒，到时候东陵不肯就范交出解药。臣妾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臣妾恳请皇上准许皇儿所求，带兵踏平东陵，替我北岳开疆拓土。有什么话起来说吧。皇上不答应臣妾，臣妾就长跪不起了。他爱跪就跪着吧。北岳皇上呼吸不畅，顺公公嘴角一勾：皇上，您怎么了？说着把北岳皇上往殿外扶，一边叫龙辇，一边传太医：把镇南王世子妃请进宫来。什么时候晕倒不好，偏偏这个时候晕倒，叫我怎么办？娘娘，皇上走了，您还是起来吧，别跪坏了身子。都给本宫跪好了。只要梁王拿到兵权，他就是跪上3天3夜也值得。北岳皇后做噩梦，北岳皇上头晕的事传到行宫，明媛就进宫了。进了含元殿，明媛帮北岳皇上施针顺气，差不多忙完，北岳皇后也不知道是想通了还是跪不下去了，让宫女扶着她到了含元殿前，跪在殿外，让北岳皇上避无可避。我还是给皇后解毒吧。不是要10万两的诊金，镇南王世子妃才肯替皇后解毒的吗？我最近在研制新药，需要几株天山雪莲，还有百年人参，还有最近实在是太清闲了，我想在京都开间药铺，卖卖养生丸。明媛每说一句，顺公公脑海里就自动盘算成钱，加起来绝不下10万两之数了。别的不说，这天山雪莲就是价值连城的稀世药材料，整个皇宫也只有1颗，想从世子妃手里占便宜，文武百官和皇后还是太嫩了点啊。这外孙女的性子到底是随了谁呀？不像我，更不像云溪郡主，必定是随了那未曾谋面的女婿了。明媛说完就看着北岳皇上了，澄澈的眸底闪着星辰般的光芒，这眼神倒有几分云溪郡主的影子。都依你。快叫人把皇后扶进来吧。好处都应了，没有理由不给北岳皇后治病。镇南王世子妃已经同意给皇后您解毒了，快起来吧。北岳皇后把满腔怒气压下，由宫女扶着起来。明媛坐下给她把脉，把了一只手，又换了一只手，然后又换回来，越把脉脸色越难看。顺公公一眼就从明媛脸上诸多复杂神情中分析出了尴尬，在绞尽脑汁地想保住自己的面子不丢，然而挣扎了许久，明媛还是放弃了。这毒我没法解。还有镇南王世子妃解不了的毒，我看你是存了心吓唬我。我眼界这么精湛，我自己都佩服了，居然被他给看穿了。明媛笃定他是蒙的。半年之内皇后不会毒发，我没有理由和10万两诊金过不去。成王败寇，皇后能不能扛过这半年都不一定了。
虽然不否认世子妃说的是大实话，但这话也太大胆了些呀。她敢说，我都不敢听呢。皇后中的毒由9种毒药炼制而成，所用毒药顺序和分量不同，能调制出9981种不同的毒。一旦解毒出错，打破体内平衡，必会当场毒发身亡。这样的冒险不是一定不行，毕竟命不是我的。我个人建议放在毒发当日，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啊。最后一句明媛没说出口，但都摆在脸上了。北越皇后气得咬牙切齿，还得谢谢明媛坦白相告。北越皇上摆手，让宫女扶北越皇后回寝宫歇养。至于把兵权交给梁王，这是朝堂大事，后宫不得干政。北越皇上向北越皇后承诺说，必要的时候他不会把他的生死看得太重，该对东陵起兵时他会起兵的。皇上英明，如此，即便臣妾毒发身亡，亦能含笑九泉了。北越皇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的含元殿，只觉得身子软绵绵的，只要宫女把手一松，她就能直接栽地上去。是他逼我把事做绝的。明媛觉得没她什么事了，准备告退出宫。然而就在她准备告退的时候，一小公公快步进来，凑到顺公公耳边嘀咕了几句。啊，丢的是那幅画。怎么了？先前皇后做噩梦，说是云溪郡主丢了东西。库房管事公公听了这事后，盘查了云溪郡主留下的旧物，果真发现丢了东西，而且丢的是那幅画。是哪幅？萧山春雨图。这幅画是云溪郡主最喜欢的，以前皇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欣赏一番，只是近来事多，皇上也没心思在这上头，谁想到画会不翼而飞了。库管管事公公看顾不力，这会儿在殿外跪着。让他给朕滚进来。很快库房管事公公就进来了，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画是什么时候丢的？奴才不知啊，库房每日都有人清扫，没发现画作丢失。今儿是听了宫里传皇后做噩梦的流言，奴才这才上了心，带人进库房仔细盘查。奴才有罪，推荐了这么个没有用的人管着云溪郡主的旧物，才被人钻了空子。你是如何发现这画是假的？奴才是闻味儿的，之前那幅画在紫檀木匣子里放久了，拿出来有一股浓郁的檀香味儿。这幅画虽然也有檀香味儿，但因为放置的时间短，味道淡。近来都有谁进出过库房？库房里放的都是云溪郡主的旧物，平常除了奴才和2个心腹，旁人进不去。除了上回，赶紧说。除了上回皇上准许安南郡主进去挑几件云溪郡主的旧物做陪嫁。北越皇上知道安南郡主是假的，只是为了稳住她，没有防备，让她去选了。可千算万算，没算到人家是冲着那幅画去的。再珍贵也不过是一幅画而已，若是云溪郡主泉下有知，皇上为丢了她的画动怒伤身，必会不安的。世子妃说的是，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呢。朕没事。等北越皇上睡下后，他问顺公公，那画到底有什么秘密？顺公公摇头，皇上若是愿意说，刚刚就说了。镇南王世子妃虽然身体里流着北越的血，但她心在大秦朝，皇上不说的话，我哪敢往外透露啊。我能否再看看那幅假画？把画拿给世子妃过目。明媛仔细看了看画，卷好交给顺公公后就出了宫。世子妃只是看了那画一会儿，就全记下来了。你怀着身孕，怎么还劳心作画？明媛把画递给魏明成看，怎么瞧着有几分眼熟？大哥以前见过这幅画？我应该是见过，但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幅画。魏明成把眸光从画上移开，怎么突然画这幅画？大哥之前不是怀疑安南郡主回东陵是他在北越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吗？这幅画
十有八九就是他此行的目的。明媛把北越皇后做噩梦，梦到画被偷梁换柱的事都说与魏明成听。你没问皇上？怎么可能不问？你我没打算留在北越，北越又怎么可能对我们推心置腹？云溪郡主已经过世30多年了，若是有什么秘密，30年也该挖出来了。这幅画若是真有这么重要，怎么放在库房里，而不是北越皇上自己的手里？若不重要，那东林为何来偷？这事透着古怪，你别累着了，我去查这事。我没事儿，就是站久了腿有些酸。魏明成让柳儿扶明媛回屋歇着，又吩咐厨房给明媛做几个爱吃的菜，方才离开。世子妃，彭王和林月郡主的婚期定下了，就在这个月26。不是说要等大景朝送聘礼来才送林月郡主出家的吗？听说大景朝的使臣和送聘礼的队伍这几天就到了。明媛心里涌起一阵狂喜，刚进书房，一只雪白的信鸽落在窗户上。看到信的内容，魏明成脸上闪过一抹喜色。可是找到世子爷了？还没有。信上是找到人了，但那个人不是楚墨尘，而是暗卫。暗卫都没事，你们世子爷就更不会有事了。我们一直就没怀疑过世子爷会有什么3长2短，他命硬着呢。再者，世子妃是福泽深厚之人，世子爷绝舍不得丢下她的。世子妃，礼部侍郎和夫人跪在门前求您救命。怎么了？礼部侍郎的女儿嫁给了工部尚书的儿子，身怀6甲，今儿难产了，生了2天2夜还没生下来。太医说凶多吉少了，他们来求您救他们女儿的。扶我过去看看。求世子妃可怜我们夫妻，救救小女吧。他把跟前的锦盒奉上。这是我侍郎府所有的家产了，除了祖宅，田产铺子都在这儿了。起来吧，我随你去看看。礼部侍郎夫人起身后，礼部侍郎也起来了。把我的药箱子拎上。世子妃的药箱子？世子妃哪来的药箱子？她给人治病从来都只有一副银针呢。会不会是装着各种刀的那个箱子啊？不是钱不够吗？我先斩后奏，剩下的2万两由工部尚书府处。几乎是瞬间，工部尚书的脸就拉得很长了。哎呀，当年真是被大雁啄瞎了双眼呢！这样的亲家，不要也罢。走到床榻边，明媛稍微检查了下，钱大少奶奶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明媛施针让她醒过来。娘，别哭，别哭。娘，女儿死后，您带女儿回家吧。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保证他们母子平安，我只能说我会尽力。礼部侍郎夫人出去等我吧，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礼部侍郎夫人点头退下，只是她1步3回头，看到明媛打开药箱，拿出里面的刀。这是要做什么？明媛拿药包捂住钱大少奶奶的嘴巴，本就虚弱的随时会晕死过去的钱大少奶奶晕得格外的快。明媛让柳儿帮忙把钱大少奶奶的衣服解开。我能不能留下？我怕会吓着你。我不怕。那行吧，不得发出一点声音，一旦打断我，你女儿可能就真的没活下去的机会了。明媛不再看他，给刀消毒。礼部侍郎夫人就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女儿的肚子被刀划开，那一瞬间她几乎窒息。柳儿站在床边，看到这一幕直接晕了过去。太久没给人做过手术，再加上给人接生，明媛只有理论知识和从旁围观过几回，相对用银针要生疏得多。不过还是把孩子抱了出来。没一会儿，孩子的哭声就传来了，不算洪亮，但还活着。稳婆在门外进不去，想进去帮忙。滚出去！镇南王世子妃的脾气也太差了吧。这一等就是半个时辰。明媛把伤口缝上，腰也累得直不起来了。世子妃，缓缓就好。礼部侍郎夫人不敢问女儿的情况。她暂时情况还好，至少有1半希望能活下来。你把孩子抱出去吧，我得在屋子里守着。礼部侍郎夫人把孩子抱出去交给稳婆，都没看工部尚书夫人一眼，就把门关上了。她得守着自己的女儿才安心。明媛把柳儿扎醒，净手后倒茶喝。礼部侍郎夫人回来后，
直接给明媛跪下了。快起来！我能不能再求世子妃一件事？你说。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把女儿嫁进工部尚书府，她连死后都不愿意葬入钱家祖坟。世子妃聪慧，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让工部尚书府给我女儿一张休书？屋外工部尚书和夫人都在外面等着，孩子还好，哭声洪亮。世子妃要等半个时辰，确定府上大少奶奶没有大碍了再出来，你们且等着。我只是觉得产房血腥味重，让世子妃去正堂喝茶吃点心。世子妃尽职尽责，我工部尚书府感激涕零。把钱看得比儿媳妇和孙儿重的绝不是什么好人。掏钱不痛快，话说的这么漂亮有什么用？半个时辰，钱大少奶奶醒过来，明媛过去帮她摁肚子，一阵凄厉惨叫声传开，吓了工部尚书和夫人一大跳。莫不是产后大出血呀？世子妃，这是为她好，忍忍就好了。明媛摁了10几下才松手，让稳婆把孩子放到钱大少奶奶身边。以后每天都要像我刚刚那样给她摁肚子排恶露，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不能因为心疼她就不做了。我知道，我记下了。一出门，工部尚书和夫人就迎了上来。钱大少爷呢？玄子不在府里，已经差人去找了。既然钱大少爷不在，那我就和尚书夫人说了。府上大少奶奶情况有多凶险，你们也都知道。我是用开膛破肚的办法帮忙接的生，万幸母子平安。但钱大少奶奶肚子上会留下一道很深的疤痕，这办法我一向是能不用便不用，因为用后会有不少忌讳。什么忌讳？我的办法是等于和阎王爷抢人，需要府上少爷休妻3年，否则必有血光之灾。忍着这3年，他会更旺夫。到时候府上是8抬大轿再娶她回来，还是其他，就看两府自己商议了。另外，大少奶奶这一胎生的艰难，3年内不得再怀身孕，不然凶多吉少。3年后再怀，需提前20天催生，更不能长到现在这么大，不然会有把伤口撑开的危险。是庸医害人，说她肚子里怀的是双胎。我见天的催她多吃点，谁想到就1个孩子。这话到底是大夫说的，还是她自己说的？等犬子回来，我这就让他写休书。等拿到休书，就让府上大少奶奶带孩子回府吧，孩子也得在她身边待够3年。言尽于此，告辞了。回了行宫后，柳儿偷偷把明媛吃了2颗安胎药的事禀告魏明成知道。大哥这是做什么？我就是大夫啊，无需请太医。我不放心你，让太医把脉吧。世子妃有些动了胎气，不过及时服了安胎药，情况还好，以后万万不可再受累了。我就说没什么大碍吧。那也得小心。他不阻拦明媛救人，但为了救人把自己搭进去，他断然不会答应。还是得守出行宫，看着他才是。天知道一出去他就去做什么了。也不知道是谁带了头，京都稳婆们约好了似的在行宫外跪了一地，求明媛教他们怎么给人接生。宫里的太医也求到北岳皇上跟前，还有百官都跪求道：请皇上下旨，让镇南王世子妃教那些稳婆接生之法。镇南王世子妃身怀有孕，为给人接生已经动了胎气，只怕要教也得等她把孩子生下来才能教了。那等她生了，朕再下旨让她教吧。诸位爱卿都起来吧。你们有救人之心，这是好事儿，但剖腹取子连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交给宫里的太医，再让太医教你们。你们都回去吧。明媛不愿意直接教他们，是因为太医懂得多些。再者，这么多稳婆，谁知道哪些值得信任，哪些是来浑水摸鱼的，他赌不起。转眼大景朝迎亲的队伍就到了，北岳朝廷举办了接风宴，不过明媛没有去参加，她动了胎气在前，忙着教太医们在后，实在没精力再进宫了。接风宴的第2天，就是恒王和灵月成亲大喜的日子。恒王带灵月出宫，他们离开的时候，荣王世子正好进宫。你是北岳郡主，如果你在大景朝有什么好歹，我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以后你就安心待在大景朝，
安度余生吧。安度余生，此后余生，留给我的只有恨，何来的安？我恨，好恨！只有镇南王世子妃死了，我才能安。凌月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们走后3天，定北侯和夫人苏氏总算是到北岳都城了。看到成儿没有？夫人，世子爷在城门口迎接您和侯爷。娘，您别担心，大姐姐不会有事的。爹娘已经来了，你走慢些。我可怜的女儿。魏明慧站在一旁，身后陈大少爷走过来。二妹嫁人了。魏明慧抹着眼角的泪花，脸颊微红。中午将军府怕边关起战火，大少爷要随父出征，便让他们提前成亲了。您会出闺阁，我这个做姐姐的都没能相送。大姐姐虽然没能送我，但喜儿和雪雁他们替大姐姐给我送了天庄。大姐姐在北岳吃了不少苦头吧？城门口风沙大，怎么也不拦着元儿，让她挺着个大肚子出来。我也想拦着，但也得拦得住啊！他都恨不得坐马车去10里外迎接你们。定北侯携夫人来我们北岳，一路舟车劳顿，有失远迎了。皇上在宫里设宴，给侯爷和夫人接风洗尘。让相爷和几位大人久等了。不敢不敢，本该出城10里相迎的。侯爷，请。定北侯上前给北岳皇上行礼，苏氏站在他身侧，气质温婉，举止高贵。快免礼。北岳皇上往他身后望，慧儿上前给北岳皇上请安。他上前2步，北岳皇上就看清楚他的容貌了，几乎是瞬间，他眼底就湿润了，泪水模糊了双眼，记忆却格外清晰了起来。快免礼，你这模样真是像极了你外祖母啊。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句外祖母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恭喜皇上召回遗失的公主。虽然内子不知生父生母是谁，但认祖归宗是大事，还望北岳皇室谨慎。定北侯说的不错，认祖归宗不是小事，天下模样相似的人不是没有，万一认错，可是混淆皇室血脉的大事。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是不是我女儿？难道我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定北侯和夫人远道而来，还是先入座吧。认祖归宗是大事，容后再商议也不迟。入座吧。北岳皇后后槽牙都咬松了，她看了身边的宫女一眼，宫女会意，转身离开。大殿内莺歌燕舞，欢笑不断。魏明慧坐在那里，陈大少爷握着她的手，突然觉得脖子有点痒，他想挠，一抬头发现有人看着他，只能强忍着了。只是他忍得住。陈大少爷忍不住伸手挠手背，不知何时手背上多了一点红疙瘩。怎么了？被虫子叮了下，不碍事。只是过了没一会儿，正对面坐着的某位大臣突然出声：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起了一脸红疹呢？他一声传来，把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魏明慧和陈大少爷的脸上。魏明慧只觉得脸有点痒，但没想到还起红疹了，当下忍不住想挠。别挠！明远，你快给他们看看是怎么了。来人，端解药来。什么解药？皇上恕罪，是臣妾让人在他们的饭菜里下了点药。认错的功夫，宫女已经把药端过来了。明媛过来给她把脉，又端起药碗闻了闻，是解药没错。皇上，臣妾这么做都是为您好。安南郡主前车之鉴，臣妾这会儿还没有解毒。臣妾怕您认女儿心切遭人蒙蔽，这才请教了太医。臣妾怀疑魏二姑娘模样酷似云溪郡主是易容的缘故。臣妾不好让人去检查魏二姑娘的脸，也怕易容术太高超，检查不出来，这才请教了太医，想出用红疹试探的法子。解药服下，没多会儿魏明慧和陈大少爷就不痒了，但红疹没那么快消，要1个多时辰才行。虽然吃了点苦头，但皇后这么一验，应该没人再怀疑魏二姑娘这张脸是作假了吧？
之前臣妾百般阻拦皇上认镇南王世子妃，是臣妾对皇上忠心，怕再出错，皇上再伤一回心。如今疑虑全消，还请皇上择良日认回失散多年的公主。这到底是闹的哪一出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和我这个兄长商量一下，难道我只配听吩咐办事吗？刚刚北越皇上还满面怒容，几乎要废后，这会儿怒气全消了。安南郡主是假的，朕早在看到玉佩的时候就知道了，一直纵容不说，也是想看看东陵到底想做什么。事先没有告诉你，是朕疏忽了。是臣妾愚笨，只看到皇上对安南郡主的宠爱，没有看到防备，疏忽大意，才被人给算计了，连累皇上英名受损。接风宴才进行了一半，魏儿姑娘可是要先回行宫歇息。我没事，身子受不住，不必勉强自己。娘，我真没事。北越皇后也坐回凤椅上，脸上依旧是笑容。今天发生的事，对她来说应该没什么好处吧？又过了半个时辰，宴会才歇。皇后今儿到底玩的是哪一出啊？在兄长眼里，本宫就只会玩吗？抚威大将军自知失言，但那句本宫他听着也格外刺耳。他给北越皇后行礼，大哥是在恨我吗？看着北越皇后面带凄色，抚威大将军到底于心不忍。皇后今儿在接风宴上下毒助他们一臂之力，到底为何？我只是想当面拆穿他们。后面的话北越皇后没说，她咬着牙，要说的话都写在脸上了。以后这些事还是与我商量一下吧。北越皇后没说话，抚威大将军不便久留，便起身告退了。皇后为何不和抚威大将军说实话？说到底，都是我错在前。皇后和抚威大将军是亲兄妹，再大的气也会消的。皇后别气坏了身子。北越皇后没有接茶盏，她撸起凤袍，左边手腕处有一条黑线，比昨儿又长了一分。公主和驸马爷远道而来，舟车劳顿，皇上今儿也劳累了许久，还是让他们早些回行宫歇息，明儿再进宫陪您游御花园吧。让右相送你们去行宫，好生安歇。缺了什么，只管和右相说。定北侯和苏氏同北越皇上告退，顺公公送他们出寝殿，然后道：奴才知道公主和驸马对北越没什么感情，和皇上也生分，但皇上这么多年一直想找回公主，弥补这么多年对公主、对云溪郡主的亏欠。皇上的身子骨没人比世子妃更清楚了，还请公主和驸马多陪着点皇上，今儿皇上是真高兴。苏氏没说话，定北侯点了点头，顺公公目送他们走远，然后才转身。走远了些，苏氏望着明园，嘴张了几次，也没能说出半个字，最多也就半年了。苏氏眼眶通红，虽然对北越皇上没多少父女情分，但毕竟是他的父亲。那荣王呢？半年时间够荣王从轮椅上站起来了。这么说，我们岂不是要在北越待上半年时间了？行宫离皇宫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苏氏扶明园上台阶，魏明慧随后，只是迈过门槛的时候，他眼前突然一黑，几乎看不清路。陈大少爷察觉了，刚要问怎么了，只见魏明慧嘴一张，一口血喷了出来。明慧，明慧，快扶明慧进屋。魏明成扶着明园进了屋，柳儿已经把小凳子搬到贵妃榻边上了。明园坐下就给魏明慧把脉，越把脉，明园的脸越难看。明慧如何？明慧应该是在宫里中的毒，无色无味，毒性剧烈，除非拿到解药，否则……凶多吉少几个字，明园没忍心说出口，他只能用银针和药暂时压住魏明慧的毒性，但这也只能保他7天不死。7天之后拿不到解药，神仙难救。进宫后我一直陪在明慧身边，为什么我没中毒啊？给他把个脉，脉象平稳，没有中毒的迹象。可明慧为什么会中毒？明园心底有个猜测，魏明成和他想的一样，是不是北越皇后？在接风宴上，北越皇后一反常态，从极力反对北越皇上认他们，到主动请皇上挑选良日让他们入皇家族谱。还等着做什么？进宫找皇上，
给明慧要解药啊！娘，你别着急，我不会让明慧有事的。北岳皇后给明慧下毒，应该是想逼我给她解毒。魏明成也反应过来，把进宫禀告的人拦下。北岳皇后知道明媛医术高超，下毒更是一绝。她要真敢让明慧有什么三长两短，她和梁王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给明慧下毒，应该只是逼明媛给她解毒，仅此而已。我进宫一趟。坐上马车后，他就塞了颗安胎药进嘴里。世子妃，嘘。马车外，魏明成骑在马背上，隔着车帘，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明媛那一声轻嘘，以他的耳力，又怎么可能听不见？北岳这是非之地，要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在去找北岳皇后之前，他得先去给北岳皇上请个安，说一下明慧的事，不然明天他肯定会传召他们一家进宫，到时候就露馅了。奇怪，世子妃他们不是回行宫了吗？怎么又进宫了？让他们进来。柳儿扶着明媛走进来，魏明成在他后面。见明媛要俯身行礼，北岳皇上笑道：皇后啊，这些虚礼就免了。你们兄妹现在进宫是？刚刚回行宫，我才知道爹娘他们来北岳带了不少我大锦朝的药材来。看到那些药材，我突然想起一张方子，没准儿能解皇后体内的毒，就让大哥送我进宫了。真没想到，居然是为给皇后治病来的。就算治病，也不用这么急吧？莫非是因为今儿个北岳皇后下药的事？皇后要是知道了，必定高兴啊。我娘他们远道而来，有些水土不服，这几日恐怕要留在行宫休养，没法进宫给皇上您请安了。那这几日就让你爹娘他们留在行宫休养，等好了再进宫见朕。明媛点点头，和魏明成退下，由顺公公的心腹小公公领着去皇后那儿。瞧世子妃的神情，公主和驸马病得应该不重，皇上别担忧，就算有点不适，以世子妃的医术，还不是药到病除。北岳皇上心底隐隐担心，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儿。要不要奴才去行宫探望下公主和驸马？待会儿你同他们一起回去。皇后，镇南王世子妃和定北侯世子求见。就说本宫歇下了，让他们改日再来。皇后，本宫岂是他们想见就见的？世子妃是来给皇后解毒的。那奴才再回去问问。小公公转身回去禀告了北岳皇后。北岳皇后神情寡淡，没有丝毫的喜悦。那请他们进来吧，在殿外等会儿。皇后起床梳妆要耽搁些时间。小公公又退出去。人家可是来给他解毒的，皇后怎么也不怜惜下人家身怀6甲之苦呢？进去后又在殿外等了1刻钟，明媛和魏明成方才准许进去。快请起，今儿本是你们一家团聚的日子，这会儿该在行宫里闲话家常才是，怎么进宫给本宫解毒了？这叫本宫怎么感激才好？往后这些虚礼就都免了吧。我定北侯府一向有仇必报，有恩也必还。皇后在接风宴上帮了我们，知道您为中毒忧心，一想到个方子或许有效，赶不及就来了。爹娘虽然远道而来，但不会只待1-2天就走，叙旧不急于一时半会儿。可皇后体内的毒一日不解，就伤害皇后您1日，这可是耽搁不得的事儿。只是这话听着很漂亮，北岳皇后心却往下沉了沉。她可听得仔细着呢。明媛说的是可能有效，难为你有心了，有劳世子妃帮本宫把脉了。大哥，你去殿外等我。不支开魏明成，小公公不会走，有他在，北岳皇后是不可能承认给魏明慧下毒的事。嬷嬷抬手把宫人们都退下了，只他陪在北岳皇后身侧。看来皇后很清楚，我不是来给你解毒的。10万两诊金都请不来的人，却突然不请自来了。在这深宫里，但凡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最后都是催命的毒药。既然皇后笃定我来是没安好心，为何不当着小公公的面戳穿我，让我下不来台？因为皇上希望看到我们和睦相处，就算委屈了些，但只要为了皇上好，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那边一宫女走过来，禀告北岳皇后，已经问过那个丫鬟了，
世子妃的妹妹中毒了。世子妃的妹妹中毒了？世子妃不留在行宫帮她解毒，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来帮本宫解毒啊？我为何而来，皇后难道不清楚吗？这本宫怎么会清楚啊？把解药给我。世子妃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怀疑本宫下的毒吗？本宫要有这等本事，还容得你在这里跟本宫放肆？当真不是皇后？世子妃要怀疑是本宫，大可以去和皇上告状，本宫行得端坐得正。我原以为皇后给舍妹下毒是为了交换解药，既然不是，那是我误会皇后了。我在这里给皇后赔不是。行礼完，明媛就和北越皇后告退了。世子妃是不打算救她妹妹了吗？快宣太医给本宫把脉。太医来得很快，给皇后把脉。皇后如何？哎呀，这皇后娘娘的脉象和昨日并无区别，没有再中毒。从皇后娘娘的脉象，微臣看不出有另外中毒的迹象。再说明媛从大殿出去后，柳儿就低着头上前认错，皇后的丫鬟拿下毒吓唬她，她害怕就招了。明媛没有责怪她，北越皇后根本就没有吓唬她的必要，只是想从丫鬟嘴里引出魏明慧中毒的事罢了。没拿到解药吗？没有，不过大哥也别太担心，我不是没办法救明慧，只是方法太过凶猛了。既然若是别人，我不会有丝毫犹豫，只是中毒的是明慧，我不敢轻易尝试，我怕会失手。关心则乱，你不敢冒险求万全之策也很正常。大哥对你的医术有信心，左右明慧也不是3、5日就毒发了，没准儿能找到解药。等实在没办法了，再冒险一试也不迟。当初你把明慧从火坑里拉出来，大哥相信这回也一样。明媛点点头，兄妹俩迈步往御书房走。其实没有去御书房的必要，多跑一趟是为了偷听的小公公给北越皇后传话，能否解皇后之毒？虽然皇后是自找的，但毕竟是她的皇后，皇后中毒折损的是皇家的脸面，她这个皇上也脸上无光，还要看情况。明媛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尽力就好。明媛身子重了，以后让她少走路，别累坏了。其实多走动对身子骨好，皇上也要多动动。御花园的花开得不错，让顺公公多陪您去御花园散散步。明媛又给北越皇上把脉，一小公公走进来。世子妃开的药方，太医看得不是很明白，皇后请世子妃再回去一趟。明媛手搭在隆起的小腹上，一群庸医，治不了病，连方子都看不懂吗？不懂就过来问。皇后应该是想听听自己的病症，我回去一趟也好。太医提出不解的地方，我还需要给皇后重新把脉，以确保药方无误。老奴让人准备布辇，坐朕的御辇去。谁准许你做御辇的？皇后觉得会是谁呢？柳儿扶明媛下来。皇上怜惜我身子重了，又是为皇后解毒来回奔波，特赐我做御辇。外头风大，皇后还是回殿吧。明媛走进去，左顾右盼。太医呢？少跟本宫装糊涂。我没力气和皇后绕弯子了，皇后为什么又把我叫回来？直说吧。既然世子妃笃定自己的妹妹是在宫里中的毒，本宫可以帮你查是谁下的毒。条件是什么？给本宫解毒，还有给梁王解毒的那10万两。皇后开出这么高的条件，看来是有十足的把握了。还得看解药在世子妃心底值不值这个价。成交。你真的相信给她解毒和交出10万两，北越皇后就会给明慧解毒？我不信，但我别无选择。但凡有一点希望，她都不会受制于人。我怀疑北越皇后给明慧下的毒出自东陵，北越皇后10有8九是被人利用。我可以去东陵找解药，可明慧……他还记得明媛说过，拿不到解药，魏明慧活不过7天。7天时间，即便他快马加鞭，一刻不停，也不过刚刚到东陵边关。相公的前车之鉴，我不能让大哥冒这个险。魏明成知道明媛是担心他，让我好好想想，没准儿会找到解明慧毒的方法。大哥相信你。看到明媛和魏明成，顺公公快步走过来。顺公公怎么在这儿？皇上不放心小郡主，命老奴去行宫探望下，为免世子妃奔波，老奴就在这里等候了。来到床榻前，看到魏明慧苍白的脸色，紫得发黑的唇瓣，顺公公几乎站不住。这明慧不只是水土不服那么简单，皇上身子虚弱，情绪不宜过激，所以我才没有和他说实话。
他派你前来探望，应该是有所察觉。你是他信任的人，你知道该怎么做。世子妃放心，老奴不会胡乱说话，叫皇上担心。想到明媛进宫找皇上，还主动提帮皇后解毒，平常皇后请都请不动他，今儿让他去和太医对药方，也没有丝毫生气就去了。顺公公再傻也知道明媛这么反常是为什么了。皇后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皇上上回中毒，顺公公怕了。世子妃如果有用得着老奴的地方，尽管吩咐。您对皇上的敬重，老奴都看在眼里，就是叫老奴上刀山下油锅，老奴也绝不皱一下眉头。或许我还真有件事，须得劳烦顺公公相助。世子妃尽管吩咐。等我准备好，再告诉顺公公你。时辰不早了，你先回宫吧。这边顺公公前脚出行宫，后脚北岳皇后的贴身嬷嬷就到了。给我女儿下毒，还要我女儿掏钱，欺人太甚。去把银票拿来。柳儿有些不舍，把银票取来。嬷嬷还怕数目少了，当着明媛的面又数了一遍。嬷嬷把银票揣怀里，俯身告退。不过身子一弯下去，嬷嬷只感觉到膝盖一软，毫无征兆的就跪地上去了。嬷嬷想站起来，可是浑身提不起半点力气。你给我下毒了？放心，你只需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我不会要你的命。两暗卫把嬷嬷抬近一点。皇后手里的毒药是怎么得来的？嬷嬷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肯说。你既是皇后的贴身嬷嬷，应该知道她中毒已深，拿不到解药，我又不给她解毒，她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我是需要她手里的解药救人，但她同样有求于我。你说我现在杀了你，她又会拿我怎么样呢？明媛话说到了，魏明成抽出腰间软剑，直接架在嬷嬷的脖子上。我说别杀我，我说那毒药是前些日子梁王给皇后的。梁王府一门客为了讨好梁王，找了个擅长下毒的大夫，希望能解皇后体内的毒妖功。大夫解不了皇后所中的毒，不过大夫手里有不少毒药，门客便给梁王出了这么一个主意。那解药呢？解药在梁王手里，皇后只是想要世子妃帮她解毒，没有真的要害人之心。死在她北岳皇后手里的人还少了吗？我知道的都说了，世子妃给我解毒吧。之前皇上中毒，是不是皇后所为？皇后对皇上忠心耿耿，皇上缠绵病榻，她都恨不得替皇上病一遭，皇后怎么可能给皇上下毒？世子妃是听谁嚼了舌根？魏明成的软剑又架在了嬷嬷脖子上，这回嬷嬷不求饶了，她是怕死，可弑君是诛九族的死罪，一旦皇后背上这样的罪名，她这个皇后的贴身嬷嬷能有活路吗？明媛把药瓶扔在地上，嬷嬷赶紧捡起来，把药丸倒出来吞下。嬷嬷走后，屏风后走出来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坐马车准备回宫的顺公公。明媛没料到北岳皇后这么迫不及待就派人来取银票，一听皇后派了人来，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即让暗卫把顺公公请了回来，给他做个人证。知道嬷嬷不会老实写下供词，只能劳烦顺公公回来听听。承蒙世子妃信得过，今日之事字字句句老奴都不会忘，有朝一日定能把皇后绳之以法。你脖子怎么了？嬷嬷把手移开，脖子已经不流血了。他逼你帮他偷解药了？没有，镇南王世子妃给奴婢下毒，拿刀架在奴婢脖子上，只是问皇后娘娘的毒药是打哪儿来的。那大夫是留不得了。嬷嬷从怀里把那一沓银票掏出来，北岳皇后那点疑惑顿时烟消云散了。去抹些药，再找太医来把个脉。世子妃醒了。我睡了多久？差不多1个半时辰。怎么不早点叫我起来？奴婢见世子妃睡得不大安稳，擅作主张点了安神香。夫人也让你多睡一会儿。掀开被子下床，侯爷和夫人他们都没怎么吃晚饭。等柳儿扶明媛出去，见她气色好了许多，苏氏松了口气。接风宴上没吃多少，这会儿肯定饿了。宫女把饭菜端上来，都是我喜欢吃的菜。爹娘知道在北岳找会做大锦炒菜的厨子难，这回来把府里的厨子带了2个来，你多吃点。等他们把碗筷放下，暗卫抬着一浴桶进来。
这是帮明慧逼出体内毒血。扶魏明慧进浴桶，明媛将银针扎在他身上和脑袋上，药味弥漫的整间屋子都是。不过等他从浴桶里出来，扶上床后，他终于醒了过来，看看苏轼，又看看陈大少爷。娘，我没事。没事的，娘知道你会没事的。娘，我好困，我想再睡一会儿。话音未落，魏明慧就把眼睛合上，昏睡了过去。明慧她……娘，明慧是真的疲惫，你喂明慧吃些粥。小米粥熬得浓稠，丫鬟小心翼翼地捧过来，苏轼赶紧接过，小心地喂给魏明慧吃下去。明媛站在一旁看了会儿，就带着柳儿去了药房，魏明成去帮他。等忙完，明媛觉得腰都僵硬成一块大木板了，压根儿就不能动，怕被魏明成察觉，他还不敢叫出声来，强忍着装作没事人一般，把冰晶碾成粉末装进瓷瓶里。大功告成，扶他回屋歇着，再点些安神香。说完，魏明成转身离开。等他醒来，太阳已经爬得老高了。柳儿扶他出去的时候，魏明成正好回来。东西我已经送给顺公公了。接下来就是等待了。这2天，明媛什么都没做。北岳皇后派人来催了2回，让明媛别忘了答应给她解毒的事。明媛借口在调制解药回绝了。不过北岳皇后也没怀疑什么，那10万两明媛虽然给的不痛快，却也给了。到了第3天傍晚，顺公公又奉命来行宫探望魏明慧了。今儿荣王世子进宫，陪皇上下棋解乏，下到一半的时候，梁王去了。顺公公还是头一回给荣王世子使眼色，荣王世子便借口方便离了桌。适逢皇上棋性正浓，梁王就坐下帮荣王世子下了。说完，顺公公望着明媛，事情办得还算顺利，就是时间耽搁的有些久，不知道有没有误世子妃的事儿。明媛俯身道谢，事情办好了，他就不说有多急了。折煞老奴了，这些天服用世子妃开的药，我这站久了就腰疼的老毛病着实好了许多，老奴都还没有谢过世子妃呢。侯爷，荣王世子来了。这些天荣王世子来过几回，但是没能进得了行宫。魏明成以一家团聚为由把他打发走了，这回却是不能了。荣王世子是怕我们偷偷离开北岳吗？那倒没有，我相信在走之前你一定会狠狠地揍我一顿。看来荣王世子有这个心理准备。世子妃，二姑奶奶的手动了一下。丫鬟话音未落，苏轼抬脚就往内殿走，定北侯随后，柳儿扶着明媛过去，还是顺公公招呼的荣王世子。怎么会？怕皇上担心伤及龙体，明慧郡主中毒的事一直不敢说，只谎称他水土不服，避过皇上传召。今日老奴让世子爷帮忙，也是为了救明慧郡主。荣王世子是聪明人，顺公公说这么多，他就知道顺公公帮了明媛什么。转眼3天过去了。皇后，不好了！荣王世子向皇上弹劾梁王爷贪污赈灾粮饷，皇上知道后龙颜大怒，派人宣梁王进宫了。扶本宫去御书房。御书房内，北岳皇上坐在龙椅上，满面怒容，荣王世子站在一旁。御书房重地，也是皇后随便能闯进来的吗？皇上恕罪，臣妾实在是气不过。梁王从不曾参与赈灾，荣王世子却弹劾他贪污赈灾款，臣妾身为母亲，岂能坐视自己的皇儿被人这么污蔑？若是梁王没有贪污赈灾款，朕不会冤枉他。没等一会儿，梁王就来了，脚步从容，丝毫不担心被荣王世子弹劾的事。不过荣王世子既然敢弹劾他，就不会一点证据没有。梁王是没有贪污赈灾款，不过去年朝廷拨的赈灾款有一部分到了他梁王手里，足10万两，有供词为证。你有没有收这10万两？梁王一口咬定荣王世子是在污蔑他，虽然有供词，但供词能伪造，不足取信。只是膝盖一弯，梁王就那么毫无征兆地栽了下去。太医，快叫太医！太医跪下给梁王把脉，越把脉手越颤抖。梁王是怎么了？梁王中了毒。中的什么毒？这臣也不知道啊。
要不请镇南王世子妃来看看吧，他也有些日子没进宫了。皇上，镇南王世子妃来了，快请她进来。明远脸颊带笑，和北越皇后的慌乱急切对比鲜明。一定是他给梁王下的毒，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拿到解药，休想！明远走上前，就看到梁王躺在小榻上。梁王这是怎么了？梁王不知道怎么中毒了，太医没法解毒，正打算请世子妃您来给梁王瞧瞧。只要能救皇儿，10万两，本宫给。多亏了皇后给明慧下毒，才能证明明慧没有易容，证明我娘的身份。我还没有谢皇后呢，怎么能收梁王的诊金？北越皇后没说话。明媛说完，就坐到太医之前坐的凳子上，给梁王把脉。皇祖父，你还是去那边坐会儿吧，让世子妃好好给梁王把脉。北越皇上被支开，大家就好说话了。是你给梁王下的毒是不是？这几日我连行宫大门都没出一步，怎么给梁王下毒？明慧一条命还捏在皇后和梁王手里，我给他下毒还得乖乖给他解毒，我又何必费心下这个毒？我要真下毒，给皇后你下毒不也一样吗？这话倒也是，明媛下毒的本事他是见识过的。梁王中的是什么毒？难道皇后不觉得梁王中毒的症状很眼熟吗？梁王他中的毒没错，梁王中的毒和舍妹一样。北越皇后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几乎站不住。我若是有解药，舍妹不会至今还昏迷不醒。你哪来的毒药？这毒药是我从明慧体内逼出的毒血里提炼出来的，无色无味，只需几粒粗盐那么多，在梁王体内3天，他必毒发。3天，救不救梁王，全在皇后一念之间了。丢下这一句，明媛走到北越皇上跟前。梁王情况如何？梁王中了剧毒，半个月之内，若是找不到解药，情况很危险。眼下他不能挪动，在找到解药之前，只能留在御书房里了。所有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包括水，都要一一检查，不可有半点疏忽。好一个镇南王世子妃！赶紧派人去查，朕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给梁王下毒。世子妃坐，别累坏了身子。明媛也不推辞，坐下后望着北越皇后，嘴角浮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这毒药出自他和梁王之手，应该很清楚药效。魏明慧只有最后半天时间了，他和北越皇上说半个月，那是宽他的心的。他北越皇后该心里有数，没有解药，梁王一定会在明慧之前咽气。就在这时候，躺在小榻上的梁王动了，身子一侧，往地上喷了一口毒血。皇儿！北越皇后猛然回头看着明媛，明媛抬起手，柳儿扶她过来。皇后瞪我也没有用，没有解药，梁王活不过明天。连太医都把不出梁王是中了2种毒，你猜自己说出来，会不会有人信？云淡风轻的语气，在北越皇后眼里，她就是个恶魔。扶皇后回去吧，梁王每隔1个时辰就会吐血1次，皇后怕是受不了。北越皇后一脸凄哀，她要去和皇上认罪，被嬷嬷死命拦下了。嬷嬷极力劝皇后先找抚威大将军，没准他有办法。快，你去找他！嬷嬷没敢耽搁，匆匆出了府。嬷嬷刚说完，抚威大将军抬脚就出府了。嬷嬷心稳了稳，到底是亲兄妹，皇后出事，抚威大将军比谁都急。只是进了御书房，抚威大将军都没给北越皇上请安，而是径直走到北越皇后跟前训斥：当真是糊涂，还不快拿解药给梁王解毒！嬷嬷随后跟进来，听到这一句，脚步戛然而止。什么解药？皇上恕罪，皇后也是爱子心切，才会做出这样的错事。臣实在是事先不知，否则绝不会让他做出这样的糊涂事来。这是弃皇后保抚威大将军府啊！难怪北越皇后和梁王防备他，怕娶了赵佩儿，将来皇权被架空，外戚专政。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世子妃没有告诉皇上，皇后为了从东陵手里拿解药救梁王，给明慧郡主下毒的事吗？北越皇上望着明媛，明媛没说话。皇上，这事儿老奴知道。北越皇上又转头看向他。那日接风宴后，
明惠郡主回行宫就吐血晕倒了。世子妃怕皇上担心伤及龙体，才没有直言相告。皇上派奴才去行宫探望，奴才自知不该帮着欺瞒皇上，但世子妃和公主隐瞒是为皇上好，奴才就帮着他们了。世子妃怀疑是皇后下的毒，借口给皇后解毒，去找皇后要解药。皇后要世子妃先给她解毒，再把之前给梁王治病的那10万两给他。嬷嬷去取银票的时候，奴才就在行宫内，听得一清二楚。世子妃怕皇后不守承诺，便从明惠郡主体内逼出毒血来，提炼了毒药，托奴才帮着放在梁王的茶盏内，借此逼皇后交出解药。说完，顺公公直接跪下了。北越皇上哪顾得上恼顺公公啊，他快要被皇后和梁王活活气死了。东陵说世子妃没能解梁王体内的毒，这些日子梁王胸口时常隐隐作痛，皇后一时鬼迷心窍，这才听了东陵的危险。皇后是受制于人，想着以世子妃的医术，她肯定能解明惠郡主中的毒。既然是东陵威逼皇后给舍妹下的毒，皇后手里能有解药吗？嬷嬷去找我的时候告诉我，皇后想世子妃给她解毒，这些天命人满京都的找东陵刺客，从他落脚的客栈里找到了不少解药，拿人试药后确有解药，只是世子妃还没有给皇后解毒，故而才没有给世子妃。还不快把解药拿出来！北越皇后泣不成声，嬷嬷赶紧派人去梁王府取解药，很快解药就拿来了。在给梁王服下之前，明媛先闻了闻，眉头狠狠一拧，莫非解药有问题？是解药，但服下只能管3个月，3个月内拿不到真正的解药，必毒发身亡。北越皇后面如死灰。那日她让梁王杀了大夫以绝后患，只是没料到大夫武功高强，全然不似表面看起来那般手无缚鸡之力。大夫逃了。当初他觉得这毒药好，解药一分为2，一个只能管3个月，一个能彻底把毒解了。他帮魏明惠解毒，然后留一手，这样明媛顾及魏明惠的小命，就不敢给他和梁王下毒了。这会儿北越皇后只剩下悔恨了。看来皇后很清楚，这解药只能管3个月。北越皇上气得浑身颤抖，当即褫夺北越皇后的封号，将她打入冷宫。抚威大将军帮北越皇后求情，朕念你不知情，没有迁怒于你。皇后所犯之罪，国法难容，你再替她说情，与皇后同罪。手一摆，两公公就过来把北越皇后拖了出去。皇上，臣妾知错了，臣妾知错了。时间紧迫，明媛就先回行宫了。不等北越皇上答应，明媛抬脚就走。拿到解药了吗？拿到一半了。一半？娘，我先把解药给明惠服下。匆匆进殿，把解药倒进魏明惠嘴里，用水送服。那边苏氏已经从柳儿口中问出明媛嘴里一半是什么意思了。3个月能拿到解药救明惠吗？娘，7天时间，明媛不也拿到解药了吗？虽然只有一半，3个月时间或许都不用去找解药，明媛自己就想出办法替明惠解毒了。您对明媛的医术还不放心吗？明惠眼睛动了。苏氏赶紧过去看，魏明惠不止眼睛动，手也动了，艰难地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屋子人都围着她。我昏睡了多久了？6天。魏明惠不敢相信，她觉得自己只是睡了一觉，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娘，我饿了。知道饿就好，娘这就吩咐厨房给你做吃的。你想吃什么？我想吃娘做的红烧排骨。苏氏忙不迭地应了，只要女儿能好起来，就是让她做一辈子红烧排骨给她吃也愿意。这些天你比明惠更累，你想吃什么，娘一并做了。我随便，只要是娘做的我都爱吃，只是明惠许久未好好进食，吃得太油腻，对她无益。她要下床，陈大少爷不让，怕她体力不支。我都躺了7天了，后背和脖子有点疼，我想下床走走。坐一会儿也没事，稍微活动下，体内毒素去得更快一点。一顿饭吃了足足大半个时辰，等
等他们放下手中象牙块，小厮才上前禀告：北越皇上贬梁王为梁郡王了。又一小厮过来：侯爷，荣王和荣王世子来了。荣王世子推着坐在轮椅上的荣王走进来，定北侯神情如常，苏轼脸色没那么好看。你是云虚郡主的亲生女儿，我又寄养在他膝下，你我是嫡亲的兄妹呀。皇姑，苏轼一脸冷色，侧过身去：受不起。挟持令员来北越，这事儿是无忌做的不对，你们要打要罚，我绝不皱眉。苏轼没有说话，定北侯也不接话，转移话题：不知荣王和世子来行宫时，知道明惠郡主服下解药醒过来了，特来探望一下。魏明惠没说话，陈大少爷带他道了声谢。小女大病初愈，等过几日再进宫给皇上请安。哦，那我就不多叨扰了。王爷，不好了，大景朝恒王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迎亲队伍刚到边关，灵越郡主和恒王就在落脚的驿站内吵了起来，越吵越激烈。灵越郡主骑马要回京，恒王带人去追。灵越郡主慌不择路，骑马到了一悬崖处，恒王要带他回来，两人就在悬崖边打了起来。送亲的人回来禀告说，灵越郡主失手把恒王打下了悬崖。边关那处的悬崖，可别是我知道的那处。若是那恒王掉下悬崖，就凶多吉少了。找到恒王没有？恒王一掉下去，大家就下去找了，摔得粉身碎骨，面目全非。荣王心底隐隐不安，会不会出大事？如果只是意外，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如果是有意为之，那就难说了。很快，边关打起来的消息就传来了。事情自然是因恒王坠崖而起，这事在朝堂上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北越皇上是雷霆震怒。荣王从轮椅上跪下请罪。不管怎么说，灵越总是他荣王府的人。本来北越皇上打算立荣王为太子了，结果出了这样的岔子，立储一事只能暂时搁浅了。3天时间，眨眼便过去了。魏明惠体内的毒全被压了下去，脸色恢复红润。老远就闻着香了，一闻味儿就知是公主的手艺。圣公公尝尝，我娘刚做的。老奴没去过大景朝，倒是托公主的福，尝了不少大景朝的美味，和北越大不相同。皇上这2日胃口不是很好，若是有多的，我带1盘子回去给皇上，他必定欢喜。倒是做了不少，一会儿圣公公带进宫。他居然没趁机让苏轼送糕点进宫。明惠郡主身子骨可大好了。我已经好差不多了。这几日可是把皇上担心坏了，恢复了就好。钦天监挑了吉日，下个月初8是个好日子，皇上会率百官祭祖，然后把找回公主的消息昭告天下。这么急吗？皇上等认回公主等了30多年，实在是下个月初8是最近的吉日了，不然皇上还更急呢。这一日阳光晴好，天蓝云白。人呢？都去哪了？世子妃忘了，今儿是夫人认祖归宗的日子，一大清早他们就进宫了。到了时辰，柳儿伺候明媛沐浴更衣，然后坐马车进宫赴宴。大姐姐，你可算来了。怎么了？有点招架不住。魏明惠扶明媛走了会儿，就弯腰揉膝盖。膝盖疼？幸亏大姐姐怀着孕不用参加，真是太累了。我带了药膏，找个偏殿涂一下吧。不用不用。还说不用，小心膝盖肿得走不了路。明媛认得一小公公，是顺公公的心腹。有没有没人的偏殿？那边人少。小公公前头带路，那地方人是真少，因为北越皇上在那里歇脚，没人敢靠近。世子妃和郡主怎么来了？明惠膝盖青了，找地方上药呢。小公公给带皇上这里来了。
明惠郡主伤得严不严重？不碍事的。都要上药了，怎么可能不碍事？顺公公请他们去屏风后上药，等上过药再给北越皇上请安不迟。皇上，边关传来急报。呈上来。北越皇上把急报打开，一道明黄圣旨映入眼帘，几乎是瞬间，北越皇上的眉头就拧得松不开了。皇上，还是老奴来吧。万一战报有问题，要死也是他死。顺公公把圣旨打开，扫了一眼，眉头就拧成了麻花。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伪造圣旨啊？北越皇上接过圣旨，扫了一遍，是勃然大怒。皇上息怒，今儿是公主认祖归宗的好日子，皇上不要因为几个心怀叵测的人坏了心情。李大将军既然把圣旨送来，应该是觉察圣旨是假的，送回圣旨，好让皇上彻查呢。北越皇上气消了3分，顺公公忙道：信筒里还有一封信。北越皇上把信拆开，信是李大将军写的，他向皇上认罪。他没想过有人这么胆大，敢捏造圣旨，恭谨地接了圣旨。事后再看，察觉圣旨有不对劲之处，才发现是有人伪造的。假圣旨是让李大将军留守边关，在查清楚恒王被杀一案之前，不得再和大景朝开战，违逆者斩。李大将军把圣旨以战报的方式送给皇上，是因为他实在想不通背后之人为何要假传这么一道圣旨。他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对北越都是件好事，所以他明知圣旨是假，也没有戳穿，而是选择了照办。李大将军怀疑这道假圣旨是荣王伪造的，北越皇上也是这么怀疑的。选荣王来见朕。明媛站在屏风处，算是正大光明的偷听了，听到魏明惠闷疼，他才转身。怎么伤得这么严重？行礼的时候手忙脚乱才磕了膝盖，看着很严重，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叫腾声把顺公公引了过来。郡主怎么伤得这么严重？怎么了？明惠郡主膝盖受伤了，轻的严重。怎么把膝盖伤了？明惠之前中毒，身子还虚弱，对北越的规矩礼仪又学得不够扎实，祭祖的时候不小心把膝盖磕伤了。皇上，我没事。还叫我皇上？外祖父。外面，荣王世子推着荣王进来，顺公公扶北越皇上走过来，见北越皇上脸色不是很好，荣王心头直突突。皇祖父，可是边关出了什么事？北越皇上没说话，看了眼龙案上的圣旨。顺公公会意，拿起圣旨呈给荣王过目。这圣旨是12天前写下的，皇祖父为何到现在都没有送出去？朕也是刚收到这份圣旨。这圣旨不是皇祖父下的？李大将军送来的战报就是这道圣旨。这道圣旨不是你下的？荣王惶恐，要给皇上跪下。免了，免了。这道圣旨虽对朝廷没有恶意，但毕竟假传圣旨，犯了诛九族的死罪，应当严查。会不会是有人借了这道圣旨反其道而行？明媛和魏明惠站得远远的，不知道是走好还是留好。顺公公见了，提醒皇上。北越皇上这才想起明媛和魏明惠，望过来。明媛迈步上前，俯身给北越皇上还有荣王见礼。表妹。他喊表妹，明媛还真叫不出表哥来。他眸光从荣王世子手里拿着的圣旨上瞥过去，本来也是无意看一眼，可就一眼，明媛眉头拧紧了。荣王世子见了，以为明媛对假圣旨感兴趣，干脆递了过来。给我做什么？表妹聪慧，或许能猜到这份假圣旨背后的深意。荣王世子太高看我了，我只是奇怪圣旨上怎么弄脏了。他看了看圣旨外面，果然有一团墨迹。然而荣王世子把圣旨展开，那一团墨迹明媛看得更清楚了。这墨迹怎么那么像我信手涂鸦画出来的？皇上，宴会快开始了。假圣旨的事容后再说，先去宴会吧。皇上驾到！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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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吧。在想什么？等宴会散后，我再和大哥说。
自打楚墨尘出事的事情传来，就再也没见过他这般神采飞扬的样子了。是什么好消息让他这么高兴？北越皇上高兴，这宴会持续了整整1个半时辰。从大殿出来，魏明成就望着明远。明远知道他好奇，正好四下无人。相公还活着。魏明成身子一震，脸上闪过一抹狂喜，又极力压制。我还没有收到妹夫的消息，妹妹是如何得知的？明远把有人假传圣旨的事和魏明成说了。那道假圣旨上，我看到了一团墨迹，那个墨迹只有我和相公知道。可妹夫为何要假造圣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他无意间发现有人假传圣旨，想北越和大景朝开战，所以将计就计。大姐姐和大哥在说什么悄悄话呢？在说你成亲的事呢。我和大哥都不在，你就出嫁了。好端端的，怎么说起我来了？亏得你嫁得早。刚刚宴会上，不少大家闺秀偷瞧大哥。若是你没成亲，保不齐咱们外祖父会给你选一个北越军马。你别笑话大哥，有人瞧我吗？明远点头。魏明成一脸黑线。我也注意到了，我还以为他们是觉得大哥好看，所以多看几眼呢。看着明远消瘦了不少的脸上明媚的笑容，苏轼都恍惚，望着定北侯，你有没有觉得元儿心情好了不少？这样不好吗？自然是好，天底下没有哪个做娘的不希望儿女快乐，这也是他一直期盼的。王爷，不好了！出什么事了？刚才边关送来消息，皇上传了道圣旨，让李大将军在恒王出事一案查清楚前，不得和大景朝开战。皇上派谁去传的圣旨？本王怎么事先一点都不知情？是咱们派去的人传的。几乎是瞬间，梁王的脸就像是被冰冻了10天半个月似的，冷得发青了。小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人回来没有？小厮摇头。边关那道圣旨一定不是皇上传的，时间上赶不及，只能是有人先斩后奏。而荣王敢假传圣旨，也不比我胆子小。这还没坐上皇位呢，就敢摆上皇上的威风。世子妃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夫人说让世子妃接着睡，不要叫醒您。都走了？还没有。还没走就好。我就说大姐姐会去参加花灯会的吧，娘还不信我。等孩子生下来了，有的是机会参加。北越的花灯会和大景朝的不同，只要没有危险，去看看也无妨。我和大姐姐坐一辆马车。街上人来人往，高高挂起的灯笼把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昼。那边热闹，去那边看看吧。跟紧点儿，别叫他们出事了。你呢，也不必太过紧张了啊。今日是你认祖归宗的日子，我想应该没人敢泼皇上的冷水。有暗卫跟着，大哥不用陪着我。你要是有什么闪失，妹夫也不会轻饶了我的。我又不会娶北越姑娘，这花灯会不逛也罢。明远站在那里，感觉到有一股视线盯得他不是很舒服。怎么了？没事。兔子都这么大了还出来逛街，身边也没个男人陪着，要不哥2个陪你逛花灯啊？滚！脾气还挺辣啊，我喜欢。女子手一伸，直接抓着男子的手，用力一拧，男子疼得要大叫。女子脚一抬，直接把男子踹撞墙壁上去了。凶婆娘，难怪没人陪。女子气得要打人，只是往前走了一步，肚子一阵剧疼传来。夫人这是怎么了？送我去药铺，我要小产了。夫人几个月了？7个月，怕不是小产，是要生了呀。妇人扶着女子往前，一边唠叨：这肚子大了，怎么还能贪图热闹？这还没足月呢，也不知道问婆在不在家，你且忍着点儿，就在前头不远了。妇人去了稳婆家，不过没人。你在这里待会儿，我去找人来。世子爷，镇南王世子妃也出来逛花灯了。谁出来逛花灯了？镇南王世子妃啊，定北侯世子陪着他，在那边猜灯谜呢。把手中酒杯放下，他往回廊上一看，那边拿着花灯笑得灿烂的不是明媛是何人？自打楚墨尘出事后，还从未见过他笑得这么开怀过。荣王世子转身出了包间，准备下楼。
荣王世子，我们老爷有请。世子爷和梁王有什么好聊的？梁王对荣王府就没安过好心啊。没想到梁王叔还会找我说话。不管如何，你我始终是叔侄。王叔佩服你的谋略，也惊叹你的胆识，是个做大事的人。王叔栽在你手里一点也不冤呢。我想王叔找我不只是为了夸我吧。皇上宠你们荣王府已经宠到连假传圣旨这么大的罪名都能给压下来，他早决定传位于你们荣王府，又何必给我希望呢？虽然皇上之前他怀疑那道圣旨是我们荣王府下的，但梁王居然也这么怀疑，难道那道圣旨不是他派人送举边关的？可若是梁王，他此番说这事儿又是为何？试图把假传圣旨的罪名栽赃给我荣王府？荣王世子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那道圣旨只要他荣王府想就能拿到手，犯不着花那个力气去造假。我还有事，先告辞了。这么急着要走，是怕我在饭菜里下了毒，还是怕我找人弹劾你父王？我想王叔要是铁了心弹劾父王，也不是我这个侄儿多敬几杯酒就能打消的。假传圣旨的事啊，梁王叔不查，我也会查清。丢下这一句，荣王世子大步离开。让我瞧瞧，是男孩还是女孩？是个带把儿的。还没说完，刘稳婆的笑容就渐渐凝固了，因为刚刚还响亮的婴儿啼哭声一下子就弱了下去。我去请大夫。平常这时辰，街上的药铺早就关门歇业了，今儿又是花灯节，哪有大夫会坐堂等你去请的？现在怎么办？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了？这孩子早产，斤两不足，你还年轻呢，往后还能生。把孩子给我！刘稳婆忙把孩子抱给他，女子伸手探孩子鼻息，很弱，但还有。快给我请大夫！妇人面露难色。快去啊！请大夫，要钱的。女子从身上摸出一荷包扔给妇人，妇人随手接住，沉甸甸的荷包砸得她手疼。妇人拿了一最小的金锭子，然后把荷包放下。这些就够了。请城南的赵大夫，他医术最好，能请到他或许还有3分希望，但也只有3分，只怕人还没请来，这孩子就已经……他紧紧地抱着孩子，掀开被子要下床。才刚生的孩子怎么能下床啊？身子骨不想要了吗？给我找身干净衣裳。刘稳婆劝他不动，只得依他，拿了一身自己没穿的衣服来，帮女子换上。你的荷包落下了。我还会回来的。这儿哪像个生孩子的，大着肚子到处跑，不出事才怪了。再说明媛坐在那里看魏明成和荣王世子争彩球、迎花灯，柳儿站在他身侧，看得无比的紧张。不过柳儿知道，不论谁赢，那花灯都是世子妃的。刚刚世子妃只说了一句那花灯的确漂亮，然后2位世子爷就上去抢了，不是抢了送给世子妃的，还能是谁呀？定北侯世子不是新任祖归宗公主的儿子吗？和荣王世子是表兄弟啊，怎么打成这样啊？哎呦，都说战场无父子，虽然只是争花灯，可既然争了，那就不是闹着玩的，肯定都想争来送给心上姑娘啊。指不定人家姑娘正在看呢。事关颜面，表兄弟算什么呀？哎呀，不好，那架子怕是要倒了。只见魏明成握着了花灯，荣王世子的手也抓住了。这时候架子吱嘎断裂声传来，架子倾倒，2人身子一斜，齐齐从架子上往后倒。就这样也没人松手，几乎是要花灯不要命了。等架子倒在地上，荣王世子和魏明成也决出胜负了，一个手里拿着花灯，一个手里拿着花灯提棍，看的人真是心肝肉疼。多漂亮的花灯啊，怎么就不知道相让一下呢？荣王世子怎么就不知道让定北侯世子一下呀？他还想讨世子妃的欢心，定北侯世子是谁啊？他可是世子妃嫡亲的兄长。荣王世子看着手里的半截棍子，抬头看明媛，一脸的尴尬。荣王世子这么喜欢，那便送你了。丢下这一句，魏明成迈步上楼，荣王世子把花灯丢给了暗卫，紧随其后。打过瘾了？
魏明成觉得嘴角疼，荣王世子觉得胸口疼。回头大哥给你做一个世间最漂亮的花灯。时辰不早了，该回行宫了。柳儿扶他往外走，一阵婴儿啼哭声传来。啊，好像有孩子在哭。一小厮抱着孩子出现在门口。这孩子不知道是谁的，我去买个包子的功夫，就放在了世子妃您坐的马车上。我看这孩子气息弱得很，怕出什么事儿，就抱来找世子妃您了。明媛伸手抱过，然后给他把脉。端笔墨纸砚来。柳儿赶紧找酒楼小伙计要了笔墨纸砚，明媛写了张药方，赶紧抓药煎上，要快。一碗药喝完，明媛也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孩子哭累了也就睡下了。还是奴婢抱吧，您还怀着身孕呢。下楼的时候小心别让他吹了风。是谁这么狠心啊，连孩子都不要了？哪有做娘的不疼孩子的？怕是知道寻常大夫救不了他，才送到你大姐姐手里的。元儿，你能养活他吗？我也只有3成把握，我尽人事，剩下的只能看天命了。时辰不早了，回行宫吧。哎，小心点。这孩子命大呢，有世子妃这么心善又医术高超的人救他，他一定能活下来，而且会长命百岁的。正说着，一阵哭声传来，吓了柳儿一跳。没事，他应该是饿了。柳儿腾出一只手拍自己。奴婢还以为是弄疼他了，可他饿了，行宫也没人给他喂奶啊。这还真是个问题。天这么晚了，上哪儿去给他找奶娘去啊？想办法找个奶娘来。这大晚上的让我们上哪儿去找奶娘去啊？总不能随便在街上拉一个吧？你追马车做什么？我就看看，那好像是镇南王世子妃的马车。你不是见过镇南王世子妃吗？哎，我这不是好奇吗？她也是7个月的身孕。这人跟人能一样吗？镇南王世子妃医术那么高，不会让自己早产的。不过她医术再高，生产的时候也会找稳婆吧？没准儿你有希望替她接生。哎呦，可不敢乱说。走了走了，去看花灯去。玩了半个时辰，妇人就和刘稳婆各回各家了。让姑娘见笑了，明儿我就给姑娘换个新纱帐。女子没说话，刘稳婆实在憋不住。那孩子，姑娘是不是放在了镇南王世子妃的马车里？女子头一瞥，一记凛冽寒光朝刘稳婆射过来。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那马车路过的时候看到了我给孩子包的小被褥。我原是想把孩子送到哪个药铺门口，希望能救他一命。碰巧见到镇南王世子妃的马车，他的医术是京都最高。那孩子跟我无缘，但既然是我生的，我也希望他能好好活下去。也是为难你了，还望刘婶能替我保密。你放心吧，你是孩子的亲娘，你能忍着骨肉分离之苦，我有什么好多嘴的？你们抓我们夫妻来做什么？抓？不是抓，是请。请？有请人差点把我胳膊肘都给卸下来的吗？请尊夫人来，是想请她给孩子喂奶。柳儿请女子去偏屋给孩子喂奶，女子把孩子抱给男子，才壮着胆子跟丫鬟走了。她抱着孩子坐着，没一会儿，柳儿就出来了。那孩子吃了几口奶就不肯吃了。才刚出生的孩子，又是早产生的，吃不了多少奶，需要多喂几次。她看向男子，今天晚上可能还劳烦尊夫人给孩子喂几回奶。如果你和尊夫人愿意，我想请她做孩子的奶娘，月钱10两。我一年给人做苦力，勉强也才挣这个数啊。媳妇只要给孩子喂个奶，1个月就拿到了啊。怀里的孩子却哭了起来，那孩子也才3、4个月大。男子笨拙地抱着哄着，开始舍不得了。媳妇给别人孩子做奶娘，我们儿子怎么办啊？听到孩子哭声，妇人赶紧过来，从男子怀里抱过孩子，孩子直往他怀里拱，显然是饿了。妇人抱着孩子去了偏殿，不一会儿，哭声就歇了。我可以准许你们一家都待在行宫。男子一脸狂喜，不过他也没有一口同意。等女子过来，男子问他什么想法，只要不让我和孩子分开就行。这事就这么定下了。行宫很大，暗卫领着他们夫妻去给他们安排住的地方，丫鬟送了几套衣裳来给他们换洗。
风儿还小，离不得我。这定北侯夫人允许我带着孩子一起照顾那孩子，我一会儿就得过去。咱们收人那么多钱，良心得过得去啊。有什么忙你能帮的，就帮着做一下。哎呀，你就是让我闲着我也闲不住啊。明儿我回村一趟，告诉爹娘一声。不知夫人怎么称呼？我姓姚，大家都唤我姚娘。明媛请他坐下，教他怎么照顾宝儿。不知道他爹娘是谁，但既然把孩子放在他的马车上，应该知道孩子在他这里，应该只是想他救他，等他长大些，没准就来带走了，就不给人家取大名了。姚娘用心记下，然后就带着孩子去偏殿住了。第二天一早就遇到了件乌龙事，也不知道流言怎么传的，见明媛抱着孩子就说她生了，这流言在宫外流传也就罢了，还传进了宫。顺公公高高兴兴的来，看到明媛大着肚子在花园里修剪花枝，顺公公都惊呆了。不是生了吗？怎么肚子还这么大，而且还不坐月子？一问之下才知道弄错了，顺公公哭笑不得。原来不是世子妃生了，我还纳闷儿，这么高兴的事儿，行宫怎么也不向皇上报喜？不行，我得赶紧回去。皇上已经在想给宠外孙儿送什么见面礼了。连北越皇上都听到了流言，何况是满朝文武那些大臣了。这不，顺公公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来行宫道贺了。行宫内正在给宝儿把脉的明媛，听到柳儿禀告说一堆大臣前来道贺，脑门上黑线直往下掉。扶我出去。你怎么出来了？那些人我去打发便是。我不亲自去，只怕他们没有那么容易走。那些大臣看着明媛隆起的肚子，一个个眼睛睁圆了。这孩子不还在肚子里吗？若说怀的是双胎，也没听说生了一个留一个过些日子再生的呀。难道镇南王世子妃没生？可没生是怎么传开的呀？承蒙诸位大人和夫人抬爱，前来送贺礼，但我才怀胎7月，生产还早。昨儿确实怀里抱了个孩子，却不知是谁的，放在我的马车内，并非是我所生。那些大臣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脸上俱是尴尬。诸位大人请回吧。是怎么打听的消息？老爷也不求证下就信了。不足月就生产不是什么好事儿，早早的送贺礼来是给人家孩子折寿。我说等过些日子，偏不听我的。你在我这住啊，倒是可以。我这小院冷清，有你给我做个伴，我也能图个热闹。但我给人接生也难顾得上你。我看要不你请李嫂子照顾你些日子吧。我看你也不差钱，把身子养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我照顾李姑娘便是，谈钱做什么？一码归一码。刘婶帮我安排便是。把碗放下，李姑娘道：我也没法出门，不知这些日子京都可发生了什么大事。今儿满朝文武去行宫给镇南王世子妃道贺，恭喜她生了个儿子，结果乌龙一场，其他的倒也没什么了。转眼7天过去了，石头他爹被人给打了。姚娘一跳，抬脚就走。你先别走，石头他爹伤得有些严重，世子爷让奴婢来拿些药给他。要什么药？我去拿。就是些去淤青的药。怎么回事儿？听石头他爹说，他昨儿回村子，正好有官兵去搜查，抓了好几个怀身孕的妇人。石头他爹看不过眼，和官兵起了冲突，被官兵给打了。朝廷抓怀身孕的妇人做什么？应该是为了找林月郡主。姚娘去给石头爹上药，回来后给明媛跪下了，向明媛求2颗安胎药。明媛知道他求药是给谁的，让柳儿拿了几颗给他。石头爹前脚走，后脚荣王世子就来了。明媛给姚娘示意，让姚娘跟荣王世子告状。你去看看，若此事属实，我一定严惩。姚娘起身后，荣王世子看明媛的脸色都尴尬。这些日子他为什么没来行宫，待在府里养伤呢？借着抢花灯，魏明成可没对他手下留情。整日闷在行宫里，人都闷坏了。那天和你比划拳脚，回来之后人都睡踏实了。若是荣王世子不忙，不如我们再比划比划。又让魏兄失望了。这几日有些伤寒，还未好全，只能等身子恢复，才能陪魏兄比划。
只是一个伤寒，怎么几日还没好？让舍妹给你开张方子，保管你药到病除啊。不必。难道怕舍妹给你下毒吗？世子妃要想给我下毒啊，哪用得着开药方这么费劲儿啊？魏明成迈步出去，荣王世子看了明媛一眼，也出去了。我想魏兄找我来，肯定不只是想找我切磋这么简单啊。他找荣王世子来确实是有事，虽然他和明媛都知道那道北越边关送到北越皇上手里的假圣旨是楚墨尘的手笔，但北越皇上不知道，荣王世子也不知道。算算时间，圣旨的事这1-2日就该传开了。明媛和魏明成商议了下，觉得这是个可以彻底扳倒梁王的好机会。假传圣旨的罪名一旦坐实，就算北越皇上想饶梁王一命，他也堵不住天下悠悠众口。东陵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心思，只要梁王还有利用的可能，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梁王被杀。梁王体内的毒会比魏明慧发得快，只要东陵拿解药救梁王，魏明慧就有救了。那道圣旨虽然是假的，但不像是梁王会做的事，百官不会怀疑，要真怀疑也只会怀疑是我荣王府。是荣王府吗？荣王世子眉头紧锁，这事皇上已经派人暗中去查，明面上是准备认下的，只要皇上认那道圣旨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既然不是，荣王府怕什么？2个时辰后，一只雪白的鸽子从荣王府飞出来。王爷，是荣王府的飞鹤传书。王爷在荣王府安插了眼线，因安插不易，怕被人发现暴露身份，不是要紧事，不会往回传消息。梁王伸手接过，只看了一眼，梁王就从椅子上惊站了起来。还没见王爷这么大的反应过，不会是出什么大事了吧？瞄了一眼信纸，只见上头写着假传圣旨之人3日后被秘密押送回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带他的人头来见本王。翌日傍晚，王爷，人回来了，让他们进来。书房的门打开，3刺客走了进去。怎么是空着手回来的？王爷息怒，不是属下等办事不力，实在是中计了。荣王府的护卫是护送一架马车回京，但马车里空无一人，人证已经秘密押送回京了。梁王是聪明人，刺客说了这么一句，他就猜到荣王世子是故意放的假消息，他安插在荣王府的小厮早就暴露了，只是荣王世子没有拆穿，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将计就计。王爷，现在咱们该怎么办？给我去查那人证到底关在什么地方，无论如何绝不能让人证到皇上跟前。第2天是朝廷休沐的日子，荣王世子在酒楼叫了个包间，点了一桌子菜。看来你是早料到我会来找你了。好不容易才把人证带回京，岂会那么容易叫梁王叔你找到啊？除了来找我，你别无选择。我是派人假传圣旨了，但那是为了孝敬皇上，把长公主和镇南王世子妃留在我北越。荣王世子夹菜吃，根本不搭理梁王，他们谁不知道谁呀？这话拿来忽悠别人都难了，何况是他荣王世子了。梁王拳头握得嘎吱响，是不是压根就没有人证？梁王叔觉得我手里没有人证，还坐在这里做什么？梁王就是随口一猜的，他没有证据，要是有，早倒打一耙了。既然人证早就送进京了，为何不直接禀告皇上知道呢？的确啊，我是很想把人证送到皇祖父跟前去，但你梁王一旦失势，东陵还会找你合作吗？东陵是我的敌人，我与东陵合作什么？假传圣旨已经是死罪了，再多一条通敌的罪名，也没有第2颗脑袋砍的。你到底想做什么？你我合作，拿到解药，假传圣旨的事，我可以当作不知道。会有这么好的事？镇南王世子妃是我挟持来北越的，这是我欠他的。至于梁王叔你，我想即使没有那道假传的圣旨，你也不是我荣王府的威胁了。我何不卖镇南王世子妃这个人情啊？你要我怎么配合你？我想这一点，梁王叔不用我教吧。只要让东陵看到他梁王还有利用价值，在他毒发的时候，自然会拿解药替他解毒。荣王府要做的是配合他梁王，让东陵信以为真。好，这事儿我答应了。
我希望你也能说到做到。丢下这一句，梁王转身离开。世子爷，门外那小伙计鬼鬼祟祟的，您为何不让属下？如果我没猜错，那小伙计应该是东陵人。就是要找东陵人，可为何发现了还放过？连你都察觉了，梁王不会不知道。从酒楼出来，梁王直接回府了。只是他才回府，就有人来拜访。梁王猜到我会来，我的一举一动不都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我去见了荣王世子，你们会不好奇我和荣王世子说了些什么吗？梁王真的要放弃我东陵，和荣王世子合作？我怎么会和荣王世子合作？我想要他的命还来不及呢。是吗？我梁王府和荣王府斗了这么多年，如今荣王府权势日盛，我梁王大势已去，早已不在人家眼里了。荣王世子找我合作，只是想拿到解药，讨镇南王世子妃的欢心。你们既然派人偷听，应该很清楚我说的不是假话。小厮眉头一皱，我是想要解药，这一点我就是否认，你也不会信的。看来梁王是有十足的把握拿到解药了。华荣王世子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他会配合我，利用得当，我不仅能翻身，就是我要整个北越，也不是不可能。梁王不是异想天开，全看东陵肯不肯配合。接下来半个月，荣王一党接连出事，而且事情是一出比一出大。荣王坐着轮椅上朝，被北越皇上痛斥。与此同时，梁王一党办了几件漂亮差事，得了皇上夸赞。一时间，朝堂风云涌动，都在怀疑风向是不是变了。行宫内却没受什么影响。苏轼偶尔带着魏明惠进宫给北越皇上请安。明元因为身子越来越重，走路都有些吃累，便没有进宫。世子妃，荣王世子又来了，听着像是不欢迎我来似的。你来得太勤快了。这几日他几乎每天都来，有时候还一天来2回。有这么勤快吗？近来日子太清闲了，除了挨骂还是挨骂，只能来找明成兄下棋打发时间喽。世子爷又不在花园，在书房。荣王世子要找世子爷下棋，该去书房才是。他分明是来看世子妃的。又挨骂了？我长这么大，挨皇祖父的骂加起来都不及这些日子多。又来找我下棋，去书房吧。天气不错，你我就在花园博弈一局，如何？世子爷，梁王吐血晕倒了。哎，你怎么没和我说梁王今日毒发？什么时候毒发？那还不是随他梁王高兴。世子爷和镇南王世子妃的话，这每一个字我都听清楚了，可为什么合一起我就听不明白了？看来这棋今儿是下不成了。这种紧要关头，荣王世子哪还有心思下棋呀？当即起身，大步流星地离开。这梁王怎么这么快就毒发了？娘，你别担心，梁王和东陵暗中勾结，他不先毒发，我和大哥怎么拿到解药解明慧体内的毒？苏轼还要再说，那边陈大少爷的说话声传来：明慧，你走慢点。这么快就回府了？陈大少爷是习武之人，耳力远胜魏明慧，他让魏明慧慢点，更多的还是说给明元和苏轼听的。先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批官兵到处搜查，来来往往的，我就没再逛，回来了。明元猜官兵搜查应该是装样子找东陵细作，大家心知肚明的是，梁王府还想做得滴水不漏，也是难为他了。刘婶这是怎么了？别提了，荣王府的人在抓灵月郡主呢，追到附近来了，为了躲他们，这不把脚给崴了吗？女子脸色大变。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我就说不到日子不能出门吹风吧，小心伤了身子。来，你快回屋躺着去。荣王府抓到灵月郡主了？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看到一个大着肚子的黑衣女子跑过去，我是不会武功，你说我要是帮着荣王府把人给抓住了，那我不就立了一个大功吗？朝廷抓个假灵月郡主做什么？难道以为一个假的灵月郡主能蒙混过大清朝？这里离梁王府不远，那黑衣女子进了梁王府，荣王府的人把梁王府团团围住，要搜查梁王府。梁王毒发晕倒，北越皇后被废，没人能帮梁王出头。梁王府没辙，只能任由梁王府被包围后，刑部和大理寺的人进府搜查。大人，
没找到可疑之人。我梁王府和灵月郡主素无往来，灵月郡主怎么可能会躲到我们梁王府来呀？我看一定是你们看花眼了。灵月郡主身怀6甲，府里会喘气儿的都在这儿，一个孩子可藏不了啊。灵月郡主出嫁的时候是怀有身孕，可时隔这么久，她肚子里的孩子还在不在，没人知道。她出手狠辣，又极擅长易容。荣王命我们搜查梁王府，一来是为了找出灵月郡主，二来也是为了梁王着想。荣王关心我们王爷，我们都知道，现在也搜查过了。我们王爷病重，需要静养，还请诸位退出府去。刑部和大理寺还真退出去了，但把梁王府包围的人一个也没有撤走。还留在这里做什么？荣王命我们留下护卫梁王，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还请不要为难我们。你们听荣王的，那我们王爷呢？等梁王醒来，他让我们撤走，我们绝不多留。王爷毒发了，没有解药，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醒过来了。难道他们会包围梁王府一辈子吗？就任由他们包围咱们梁王府吗？不然呢？我还能把他们都轰走吗？我要有这本事，我还只是一个小小管事啊。朝廷出动大批官兵搜查京都，找东陵细作，整个京都都惶惶不安。转眼2天过去了。世子妃找到东陵刺客了。拿到解药了吗？还没有，只抓到了2名刺客，荣王世子和世子爷正在审问。娘，你就坐下来好好吃饭吧，要不了一会儿就会有好消息来了。一顿饭刚吃完，魏明成就回来了。拿到解药了吗？那俩刺客嘴硬得很，一口咬定他们手里没有解药。这包袱是从他们落脚之地的床底下暗格中翻出来的，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解药，带回来让你查查。其实不用查，解药铁定在里面。梁王这么配合他们，要是拿不到解药，他岂不是要死不瞑目？魏明成把包袱打开，里面有4个药瓶，这瓶就是解药。苏轼一颗7上8下的心落回腹中，等魏明慧来，明媛让他把解药服下。服下一刻钟，魏明慧撸起衣袖，胳膊上的淤青已经消散了。毒真的解了？魏明慧毒解之后，魏明成便把解药交给暗卫，让送去梁王府。还是你亲自去一趟吧。解药就只有这一份，万一半道上出点事，梁王小命休矣。这样的过失他们担待不起。是解药吗？明慧的毒已经解了，把解药给我，我送梁王府去。还是我亲自跑一趟吧。荣王世子骑在马背上，眸底一抹寒芒闪过。那边梁王府管事的也到了。别杵在这儿，我们世子爷正准备给你们梁王送解药去呢。管事的心上一喜，赶紧把路让开。见魏明成和荣王世子骑马去往梁王府方向，紧随其后。过了闹街，街上行人就少多了。在一偏僻无人处，一支短箭朝魏明成射过来，魏明成身子一侧避开了，又飞过来几支短箭，都被魏明成和荣王世子躲开了。可就在魏明成全心对敌的时候，后背遭了一掌。荣王世子居然要杀定北侯世子！你不是荣王世子。现在知道已经晚了，我这就送你去和镇南王世子团聚。魏明成腾身往后，这一下倒是把贾荣王世子给镇住了。挨了我那么结实的一掌，他居然还有对敌之力，这不可能啊！嘘，别说话。那不是……女子一摸腰间，摸出一根绣花针来。刘稳婆还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只见女子手一抬，那根绣花针就朝魏明成飞了出去。魏明成打斗中身子一侧，那只绣花针从他胳膊处划过，朝对面贾荣王世子飞过去，好巧不巧地刺中了贾荣王世子的眼睛。魏明成转身望过来，女子已经拎着刘稳婆的后衣领将她带走了。贾荣王世子伤了眼睛，无心恋战，纵身一跃，骑马跑了。不知道是什么人帮了我们。帮？魏明成捂着胸口，先去梁王府吧。你伤了荣王世子，那又如何？女子声音冷冽如霜，她无意伤他，甚至想帮他一把。是他命该如此，怨不得我，也是欠我的。
刘稳婆哆嗦着双腿走在后面，在出口处，只见女子停下了脚步。刘稳婆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只见一男子骑马从他们跟前过去。刘稳婆眼睛都睁圆了。那不是荣王世子吗？刚刚被射伤一只眼睛的又是谁呀？世子爷，不好了！刚刚有人冒充你去了行宫，还伤了定北侯世子。定北侯世子伤得如何？听说吐血了，他们去了梁王府。听到马蹄声走远，女子身子一软，扶着墙才站稳。你没事吧？之前那个荣王世子是假的。假的好，假的好，刚刚真是吓死我了。说完，刘稳婆又觉得不对劲儿。可你要伤的不是……女子眼神一冷，可怜刘稳婆到嘴边上的话硬生生的给吓没了踪影。世子爷可是身子不适啊。没什么大碍，刚刚在来的路上遭遇了刺客，我们王爷的解药险些被假荣王世子骗走。这是解药，审妹服后已经解毒了，给梁王服下之前再找个太医检查一番。世子爷能坚持住吗？要不先让太医瞧瞧。魏明成摆了摆手，就调转马头离开了。快给太医检查，给我们王爷解毒。魏明成前脚走，后脚荣王世子就过来了。知道魏明成回行宫了，又赶紧追去。果然。如何？大哥内伤严重，如果不是有这护身甲，就真凶多吉少了。苏轼眼眶通红，他知道沈家待魏明成好，可没想到沈大老爷连护命的金丝甲都给了魏明成。就是一点内伤，明媛医术高超，要不了几日就好了。魏兄可知是谁冒充我要你的命？假荣世子的本意不是要我的命，是要梁王的命。怎么是要梁王的命啊？梁王府和荣王府都出事了，谁最得意？即便我要为梁王的死负责，也没有他人能和我荣王府抗衡了。至于被废的荣王妃和他儿子，他们要有这样的手段，他绝活不到今日。至于其他人，更不值一提。会是谁要拖荣王世子下水，要梁王的命呢？所有人都不解。最后明媛猛然抬头望着荣王世子，会不会是梁王想假死离京？谁都知道没有了解药，他梁王必死无疑。没人会怀疑冒充荣王世子夺解药的人是他梁王派去的，是他抢自己的救命药。可梁王是要去做什么？不惜让他放弃王爷的身份。荣王世子脸色僵硬。兵权，我先走一步，明日再来探望魏兄。梁王哪来的兵权？十有八九是偷了赵大将军手里的虎符。赵大将军是聪明人，从他主动揭发北越皇后就能看出来了。但梁王毕竟是他的外甥，和赵大将军手下的将军也往来密切，他偷赵大将军手里的虎符易如反掌。回去告诉荣王，即便搭上我这条命，我也绝不会让梁王拿着我的虎符兴风作浪，祸害边关百姓。荣王义子离开后，从赵大将军的书房飞出来一只雪白的信鸽。转眼大半个月过去了，这大半个月梁王未踏出梁王府一步，据说身子虚弱的走不动路，梁王没法进宫。北越皇上身子骨也不好，没出宫看他，派了长公公出府探望，赏了一堆补品，让梁王安心养伤。梁王倒是很关心是谁假冒荣王世子要魏明成的命。梁王放心，这事儿没人比荣王世子更上心了。这些日子他一直在追查这事儿，整个京城都快叫他翻了个遍。可就是没有抓到刺客是吗？长公公不好说荣王世子的不是，只叮嘱梁王好好养伤，便告退了。这一日阳光明媚，明媛坐在凉亭内看魏明慧扑蝴蝶。世子妃，边关又打仗了。北越和大锦朝又打仗了吗？这回北越不是和大锦朝打仗，是和东陵开战了。那边定北侯和魏明成走过来，也在谈这事。梁王对赵大将军这个舅舅的无情，比赵大将军对梁王这个外甥于心不忍得多。这时候了，还想保他一命？这仗打不了多久吧？最多3个月。大景朝和北越因为恒王被杀一事关系交恶，现在北越和东陵打仗，肯定会坐山观虎斗。北越哪会蠢到和东陵斗个你死我活，最后被大景朝一举吞并？
最多打3个月。北越夺东陵2座城池，最后东陵交出解药和安南郡主来求和，这仗自然就平息了。好一个赵大将军，竟把我荣王府耍得团团转！不敢，不敢？事儿都做了，他有什么不敢的？世子爷是怕北越和东陵争斗，最后叫大景朝捡了便宜。可这场仗，大景朝不会袖手旁观。赵大将军就这么自信？梁王能偷到我手里的虎符，他身边也有我的亲信。东陵曾亲口告诉过梁王，安南郡主偷走的画里面有一幅藏宝图。如果大景朝知道北越和东陵开战是为了夺那宝藏，那还能袖手旁观吗？赵大将军觉得可以把这黑锅甩给东陵，是东陵和灵越郡主暗中勾结，要了恒王的命，目的是想北越和大景朝交恶，好做山关虎斗。此方开战，亦是逼东陵交出灵越郡主。除此之外，北越和东陵开战，镇南王世子妃是最高兴的，此举也能讨他欢心。赵大将军知道荣王世子愤怒，特意来解释，他还得进宫向北越皇上告罪。臣有罪，臣罪该万死。到底怎么回事？臣也是刚刚才得知，梁王拿着臣的虎符去了边关的事。臣手里的虎符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换了。虎符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也能被人偷走？皇上信任臣，才授予大将军印，掌管虎符。这么多年未有闪失，可臣实在没料到，梁王在府里养伤竟然是个幌子，实则是偷了臣手里的虎符去了边关。臣看护虎符不力，请皇上责罚。北越皇上下令把赵大将军收押刑部大牢，刚下旨，荣王世子就推着荣王进宫了。皇上，赵大将军看守虎符不力，导致虎符被盗，祸起边关。但罪魁祸首是梁王。如今我们北越和东陵已经开战了，北越和东陵的边关一向是由赵大将军看守，没人比赵大将军更熟悉那一带的地形。儿臣恳请皇上给赵大将军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皇上，请给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吧。北越皇上摆手，顺公公叫人进来，把赵大将军先拖出去。赵大将军是梁王的舅舅，你们相信梁王偷盗虎符一事，他不知情？朝廷有6万大军驻守在北越和东陵的接壤的寒阳关，大将副将都是赵大将军的心腹。如今虎符也落到了梁王手中，眼下能阻止梁王的只有赵大将军。皇上担心赵大将军和梁王有谋逆之心，儿臣却不这么认为。若是赵大将军知情，他会和梁王一起离京。这么多年，虽然赵大将军一直拥戴梁王，但他们旧生并没有外人觉得那么融洽。梁王毅然犯下死罪，赵大将军是聪明人，不会拉着赵家上下和边关将士们的命给梁王陪葬。相反，他会不遗余力地立功，极力把自己和梁王撇清干系。北越皇上眉头紧锁，不否认荣王说的有理，但他始终觉得这事儿哪里不对劲儿。皇祖父，孙儿替赵大将军作保，如果他和梁王是一伙的，孙儿与他们同罪。北越皇上心底已经同意了荣王和荣王世子的提议，但他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固执己见地把赵大将军下了狱。第二天早朝，一堆大臣站出来替赵大将军作保，他们求了3天，皇上才松口。赵大将军从刑部大牢出来后没有耽搁，进宫谢恩后就带着亲信赶赴边关。你们好大的胆子！梁王恕罪，刚刚赵大将军飞鸽传书来边关，说虎符被偷，让我们小心防备。我们不知梁王这虎符是怎么来的，你只带了几个随从来边关，太叫人起疑了。是我们不能听你号令攻打大景朝，把梁王扶下去关好。他们先关梁王，隔了1日才攻打的东陵。东陵在毫无防备之下，守卫疏松，
城池被夺，北越又乘胜追击。等赵大将军赶到边关，已经夺下3座城池了。大将军，那只鸽子是我送来的。本来这么大的事不应该寄托在一只鸽子身上，但他不知道梁王离京多久了，马跑得再快也快不过一路畅通无阻的鸽子。你们救了我赵某和赵家满门呐！将军哪里的话，这么多年我们出生入死，早已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没想到舅舅最后会投靠荣王世子，你以为他会真心待你们吗？连自己的亲外甥的真心都得不到，又怎么敢对荣王世子有多少期待呢？虎符被偷，梁王还是他的亲外甥，荣王世子都放心他离京，足见格局之大，远非他和梁王能比。舅舅，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大将军，要是你们守好，多派些人看着营帐，梁王要什么吃的喝的，尽量满足他。荣王世子当真可靠吗？诸位将军放心，荣王世子的为人我信得过。我们追随大将军多年，大将军向着谁，我们就向着谁。去军中大帐，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攻打东陵。大将军赶来边关舟车劳顿，不先歇歇吗？在东陵求和之前，争取再打下2座城池。立的军功越大，皇上对梁王的怒气就越小。到底是自己的亲外甥，总想保他一命。北越接连打了好几场胜仗，东陵一将军被活捉了。赵大将军命人把东陵大将军吊在城门上，给东陵送信，7日之内让他们把安南郡主从我们北越偷走的话完好无损地还回来，否则我必砍下他们大将军的首级，拿他们东陵将士的血来消我们北越皇帝的怒气。赵大将军当众提到话，不免叫人好奇那幅画有什么稀罕之处。没过2天，那幅画里藏着一幅藏宝图的消息不胫而走。这边东陵知道画中有藏宝图的消息，那边大景朝自然也不例外。要是能把藏宝图夺到手献给皇上，必是大功一件呐。看北越的架势，就知道不会让藏宝图落入他人之手，只怕没那么容易抢。这倒也是啊，就算要抢，也不是现在。就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定北侯的人到了边关，带来一个消息，那就是北越没有和东陵打个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打算抢东陵几座城池，便接受东陵求和。大景朝将士听后骂北越贼得很，都顾不得写急报禀告皇上知道，匆匆点兵便攻打东陵了。东陵那些大臣跪在殿前，请皇上以大局为重，派人和大景朝还有北越求和。等和谈大臣到边关，边关已经休战20天了。瞧见没有，定北侯一心向大景朝啊。皇上还担心定北侯会向着北越，虽然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的是他们，但论功劳，定北侯传的这封信更大。皇上和几位大臣商议了一番，东陵要是求和，大景朝没法拒绝，但条件很明确，要灵越郡主为恒王之死负责到底。还有那张藏宝图，因是云溪郡主遗物，依照大景朝规矩，云溪郡主若膝下无子，陪嫁则送回大景朝云王府。云溪郡主生了一女，就是定北侯夫人苏氏，那幅画按理是由苏氏继承，大景朝也不过分，那藏宝图要一半。行宫内，明媛的身子越发的重了。娘，不用请稳婆吗？哎呦，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快派人去把北越最好的接生婆请2个来。娘，我还要几日才生，没那么急。早点备着，这生孩子的事儿谁说得准啊？小哥找我是？你是刘稳婆？哎，我是。这几日我家世子妃就要生产了，请你去接生。你把东西收拾下，1个时辰后我赶马车来接你去行宫。行宫？世子妃？女子出门，正好听到小厮说这话，迈步走过来，她脚步声不重。刘稳婆听见了，我知道了，1个时辰后马车在小巷子口等我就成了。我手头还有些事要忙，就不招呼你了啊。刚刚是谁来请流水去接生？
是城东一侍郎府的少奶奶要生，请我去呢。这2日姑娘须得自己照顾好自己了。是镇南王世子妃，请你去接生吧。镇南王世子妃医术高超，更擅长替人接生，哪用得着请稳婆啊？当初我生的时候就是自己收拾的，谁也没请。你能和镇南王世子妃比吗？一句话把刘稳婆差点噎死，无法反驳。我原就想着镇南王世子妃这些日子要生了，没准会请你去接生。这些日子我跟在你身边也学了不少，能帮上点忙。刘稳婆不同意带女子去，我只是想去见见我儿子。你这又是何苦呢？镇南王世子妃把孩子照顾得很好，他留在镇南王世子妃身边比跟在你身边好，你又何必去见他，徒增不舍？再说了，你要真心想接回孩子，镇南王世子妃不会不把孩子给你的。女子苦苦哀求，刘稳婆于心不忍，但不敢松口。不要以为你救过我，我就不会杀你了。女子眼神如刀，刘稳婆吓坏了。我只是去见儿子，你怕什么？我怕你杀定北侯世子。我还没活够，不想死，在行宫杀他，我还能有活命？女子扶刘稳婆起来，面色柔和。这些日子刘婶待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我只是想见见孩子，别无他想。刘稳婆将信将疑。宝儿是我生的事，还请刘婶能替我保密。如你所言，待在镇南王世子妃身边，比跟着我好。可镇南王世子妃不会在北越久留的，她始终要回大景朝去的。你舍得她把宝儿带走吗？女子没说话，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就猜这回我俩又会在一起。有你在，我就放心多了。这位姑娘面生得很呐。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带出来见见世面，也能帮我打打下手。明媛坐在那里，肚子隆得高高的。世子妃医术高超，接生术更是在我们之上。今儿请我们来，实在是叫我们受宠若惊啊！医者不自疑，这几日就辛苦两位了。不敢当。苏氏让丫鬟领他们下去安顿。这时候一阵啼哭声传来。宝儿怎么哭了？哎呀，这我也不知道啊，刚刚还睡得香呢，突然就哭了起来。明媛给她把脉，脉象没有问题。刘稳婆下意识地看了女子一眼。这孩子就是2个月前早产的那个吗？苏氏看了刘稳婆一眼。不足月的孩子难养活，这孩子养得跟足月生的没区别了。我能不能抱抱他呀？刘稳婆上前小心翼翼地抱过孩子。这孩子养得可真好。女子忍不住伸手去摸宝儿的脸，只轻轻摸了一下，宝儿哭声就小了不少。这孩子喜欢你呢，来，你抱抱他。笨拙地抱过孩子，宝儿移到他怀里，哭声就歇了，往他怀里拱。我喂他奶他不吃，这会儿倒是饿了。坐下抱吧。女子看了明媛一眼，四目相撞。女子飞快地把眸光移开了，拘谨地抱着宝儿挑了个远远的位置坐下。明媛眉头微蹙，她很确定以前没见过这女子，但刚刚人家看她的眼神让她莫名觉得熟悉。明媛多看了几眼，觉得自己可能是看花眼了。女子抱了1刻钟，宝儿又不让她抱了，扭头找姚娘。姚娘抱着她进内殿喂奶。丫鬟领着刘稳婆和赵稳婆去偏殿住，女子紧随其后。出了大殿，她眼泪就滑了下来，怕被人发现，女子擦干眼泪进了屋。见也见了，抱也抱了，孩子被养得那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碰到镇南王世子妃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不知道，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他的。转眼2天过去了，明媛起床准备吃早饭的时候，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知道生还早，明媛忍过那阵疼劲后坐下来吃早饭。来，世子妃多吃些，吃饱了才有力气生孩子。刚把虾饺咽下，疼痛感又来了。她抬起手，柳儿赶紧扶她起来。我再走会儿。都疼成这样了，还能走吗？有力气啊，走走好，生起来呢快。约莫小半个时辰后，刘稳婆道：差不多可以进产房了。这回明媛没有反对，
因为疼痛密集了很多，可以准备生了。娘，我要留下陪大姐姐。你还没生过孩子，留下来做什么？快出去！你别担心，你张姐医术高超，如果她生产都有事，别人就更危险了。可我大姐姐叫的也太惨了。魏明慧紧张地来回踱步，发现女子也在院子里。你不是来帮刘稳婆打下手的吗？你怎么没进产房啊？女子瞥了魏明慧一眼，什么话都没说。是刘稳婆不让她进产房，说人多了碍事。魏明慧不疑有他，继续盯着产房。明媛要生了的消息很快就传出了行宫。传进宫后，北越皇上派顺公公来行宫看看。荣王世子知道后也赶了来，一群人待在产房外，急得来回打转。镇南王世子妃生产，他荣王世子竟然担心成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镇南王世子妃怀的是他荣王世子的骨肉呢。撇过头去，不让人看见他赤红的双眸和藏匿的恨意。明媛咬住帕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了借力之处，双手攥紧，配合稳婆用力，紧接着孩子的啼哭声就传来了。生了，是个小世子。明媛脸上浮起一抹笑容，再扛不住晕了过去。苏轼有些担心，不过好在稳婆说没事，把孩子擦干净，苏轼就抱出去了。只是他前脚出产房，后脚一道身影闪过，一把短匕首抵着他的脖子。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所有人都吓住了。放了我娘和孩子，我饶你不死。女子冷笑一声，这一声笑，荣王世子后背一寒。你是凌月？别过来，否则别怪我伤了他。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定北侯夫人和孩子是无辜的，你放了他们，我给你做人质。你知道我不会杀你，岂止不会杀他，你还会帮他。许是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孩子扯着嗓子哭，哭得人心都碎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凌月眼疾手快点住了苏轼，一把将孩子夺了过来。刘稳婆待在产房里，听屋外动静不对，赶紧开门出来。果然，我就知道带他来行宫没好事。明明都察觉到了，我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儿啊？这可如何是好？给我准备一匹快马。给他马。侯爷，给他。凌月抱着孩子往行宫门口走，马已经在那里了。不要派人追我，否则别怪我拿着刚出生的孩子给我陪葬。丢下这一句，凌月一夹马肚子就抱着孩子离开了。魏明成带着暗卫去追凌月，定北侯解开苏轼的穴道。都怪我，都怪我。这事儿啊，怎么能怪你呢？谁也预料不到，这北越朝廷追捕了许久的凌月郡主就在行宫里。不论谁抱孩子出来，都是一样的结果。岳父大人，凌月郡主是他带来的，他是凌月郡主的同伙。我和他不是同伙，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朝廷追捕的凌月郡主。我要是知道的话，哪敢跟他待在一起呀？你不知道，那你还带他来行宫，又不让他进产房，让他在外面等着。用刑吧，我看不用刑，他是不会说实话的。天可怜见呐，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凌月郡主。我带他来行宫，是因为他的孩子在行宫里，他想借着给世子妃接生的机会，母子见上一面。我不忍心拒绝，才把他带了来。凌月的孩子在行宫？就是宝儿。宝儿怎么会是凌月郡主的孩子？夫人认祖归宗那天，凌月郡主动了胎气，被人扶去我那儿，我替她接了生，孩子早产，还找不到大夫救命。凌月郡主便抱着孩子出了门，把孩子放在了世子妃的马车里。我知道凌月郡主会武功，也不是寻常人家姑娘，但我真的不知道她就是凌月郡主啊！苏轼急得眼泪直掉。宝儿还在我们手里，他不会把孩子怎么样的。不会吗？凌月郡主连恒王都杀，他会在乎和恒王生的孩子吗？明媛还昏睡着，也不知道昏睡了多久才醒。醒来就看到苏轼坐在床边抹眼泪。娘哭什么？孩子呢？问了一声，没人回答他。明媛急得要坐起来。你才生完孩子，别动。把孩子抱来给我看看。只听到了孩子洪亮的哭声，都还没有见过孩子一面，声音那么洪亮，
按理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娘，你倒是说话呀！柳儿站在一旁，忍不住抽泣。你说，跟着刘稳婆来的那女子是灵月郡主易容的。世子妃你生下小世子后，她把小世子抢了。明媛的脸惨白如纸。你大哥不会让孩子有事的，你别担心。明媛要下床，苏轼拦着她。娘知道你担心，但你也得顾着自己的身子。你这样子哪能找到孩子？那我就这么躺着，什么都不做吗？明媛心疼揪到了一处。魏明慧劝她别哭，怕她伤了身子。正好这时候一阵孩子哭声传来，魏明慧忙转移话题。宝儿就是灵月郡主早产生的。宝儿是灵月所生，再穷追不舍，只会有一个下场，把这孩子活活饿死。灵月撂下话，抱着孩子纵马离开。就这么不追了吗？给他时间，找奶娘喂孩子。外甥要救，但首先得确保孩子不会有性命之忧。你们兵分几路，务必在2天之内把孩子救回来。他们没法追到灵月的前头去，只能从别的路绕道，把灵月的去路堵死。到了前头小镇子上，灵月才找到个奶娘，没敢轻易让奶娘喂奶，要了艘船。等船行至中央，灵月才稍稍放心。那奶娘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她认得灵月，她的画像贴得城墙上都是。魏明成没想到灵月会弃马乘船，而且方向也改了，他根本不在乎去哪儿，他的目的只是甩开魏明成带走孩子。魏明成这一疏忽，灵月消失在他视线中整整2天。等他再见到灵月时，身边多了个奶娘，孩子依然在哭。魏明成倒是有机会救下奶娘。没有奶娘，你好好想想自己的外甥吃什么吧。就这样又追了3天。灵月抱着孩子赶马车，在一片竹林处被人挡住了去路。把路让开！小少爷要掉1根汗毛，你灵月郡主今日必死无疑。还有你的孩子宝儿，小少爷与你无冤无仇，你就算杀了他也解不了恨。我们世子妃最多心痛一阵子，她还会再生3、5个孩子的。就算你们世子妃生的再多，那也不是镇南王世子的骨肉了。谁告诉你不是？镇南王世子落水而亡，难道他还能活着回来吗？他若还活着，为何至今没有现身？我知道你对荣王世子有情，你要杀了我这外甥，舍妹和镇南王府的关系就彻底断了。你就不怕成全了荣王世子？灵月脸色一僵，没人比他更清楚荣王世子有多钟情镇南王世子妃，就是这份嫉妒让他失了理智，嫉妒使他面容扭曲。他紧紧地抱着孩子，这一不留神，奶娘从马车内滚了下来。他把孩子换了，他怀里抱的已经不是2天前你们要救的小少爷了。你说什么？那孩子我给他洗过澡，屁股上有块胎记，这孩子没有。就是这孩子不是镇南王世子妃生的，他也是一条无辜性命。你定北侯世子忍下杀害无辜吗？抓住他！这回灵月是真慌了，他知道带着明媛的孩子，他能保自己无虞，可他也逃不掉追踪。半道上逃命的时候，看到有人抱着孩子，他计上心来，可以来一招偷龙转凤，先把孩子换了，过几天再让魏明成把孩子抢回去。等魏明成带着孩子回京，他再悄然返回，把孩子带走。他会好好培养这个孩子，将他培养成一把刀，一把向着大景朝镇南王府的利刃。暗卫冲杀过来，灵月一狠心，把孩子扔向暗卫，暗卫把孩子抱到一边，另外2暗卫围杀过来，灵月双拳难敌4手，10几个来回后，暗卫的剑就架在了灵月脖子上。孩子在哪儿？我和你们一样是暗卫出身，我不想说的是，你还是趁早死了这份心吧。从灵月嘴里问不出来，魏明成只能从奶娘着手了。奶娘知道的不多，他只能给个大概范围。魏明成带着暗卫赶到小镇，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身上长胎记的孩子，也为被灵月抱走的孩子找到他的家人。李婶来是？这不是前些天给你家媳妇接生个胖小子吗？我来瞧瞧。瞧什么？孩子已经死了。怎么会死啊？我的孩子没死，他没死。稳婆匆匆进屋，女子靠在床上，
掩面哭泣。出什么事了？为何你男人说孩子死了？我的孩子没死，他没死，他只是被人给抢走了。你仔细和我说说，孩子怎么就被人给抢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丢的，那日孩子哭闹不止，我抱着他哄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他哄睡，放在摇篮里。我只是去方便的功夫，等我回来就发现孩子被人偷换了。你确定孩子被偷换了？孩子是我生的，有没有被换我能不知道吗？我儿子身上没有胎记，那孩子屁股上有块胎记，我绝对不可能记错。那被换的孩子呢？女子没说话，暗卫要上前。你们别吓着他，还是我来问吧。那孩子呢？女子望着稳婆。那屁股上有胎记的孩子是他们家小少爷，刚出生就被人给抢了，已经在镇子上找了几天了。既然孩子在你手里，你把孩子交给他们吧，他们救下的应该是你儿子。快把我儿子还给我。我们家小少爷呢？女子面色一僵，脸上的喜悦之色凝固。你倒是说话呀，那孩子呢？问了2遍，女子都没吭一声。他们转头去问男子，男子矢口否认，说他儿子死了，没有被人换过孩子。脚一踹，男子就跪倒在了地上。我说的句句属实，你们就是杀了我也没有用，还让他们放了我男人。你可知道换你们孩子的是谁？他是朝廷通缉许久的灵月郡主。那屁股上长了胎记的孩子是大晋朝镇南王世子妃的骨肉。你知道孩子下落欺瞒不报，你可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婶子，救救我们夫妻吧！我们不知道那孩子身份这般尊贵，只当是心怀叵测之人换走了我的孩子。我们夫妻对那孩子恨之入骨，把他卖了。卖给谁了？10两银子，卖给了城东刘头。谁许你们进屋的？进屋还能做什么？挑孩子呗。我带来的人，你们还不放心？李稳婆一脸灿笑，刘头顿时放下了戒心。屋内，一妇人正在哄孩子，暗卫上前拎起一孩子就去看屁股上有没有胎记。很快，几个孩子就检查完了，没一个有胎记的。暗卫朝女子走过去。你们做什么？暗卫直接把孩子抱了过来，检查一看，顿失所望。你们要买什么样的孩子？暗卫拳头一握，刘头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踹倒在地了。你们是不是买过一个屁股上有胎记的孩子？是买过。现在那孩子在哪儿？我也不知道那孩子现在在哪儿。昨儿个来了一个男人，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孩子，花了50两买走了。那男子是哪儿的？往哪儿去了？总知道吧？干这一行不问这些。你们北岳买卖孩子都不犯法吗？这刘土的表兄是衙门班头，等找回小世子再和这些人清算不迟。这脑袋姑且让他们多留几日。所有暗卫一起出动，以镇子为中心，往各个方向寻找买走他们小世子的男子。到了第3天午时，才在一茶摊看到个模样和刘头形容的男子相似之人，只是那男子不是独行，身边还有一妇人，而且没有孩子。请问几日前你们是不是在清水镇花了50两，从刘头手里买过一个孩子？你问这些做什么？请如实告诉我。你让我们说，我们就一定要说吗？暗卫把剑放在了桌子上，女子顿时不敢说话了。我确实卖过一个孩子，不过昨儿被人救走了。是什么人抢走了孩子？那人戴着面具，看不见他的容貌。除了戴面具还有什么特征没有？你们要找我儿子？那是我们家小少爷。怎么会是你们家少爷呢？我看你们穿戴不错，这把剑就不值50两了。劳烦你仔细想想。那男子脾气不好，眼神犀利如刀，我没敢多看。不过他身边带了2个随从，不苟言笑，和你们有几分相似。暗卫翻身上马，纵马离开。奔波了许久，有些饿了，找了个茶摊填肚子，然后返回去追人。
吃面的时候，一暗卫随口问小摊铺老板：“这2日有没有见过一个戴面具的男子路过？”“有啊。”几个暗卫都望着他。昨个午时，有一个戴面具的男子抱着孩子，带着2个人快马加鞭从我的小摊子前跑过去了。一个孩子在路中间玩耍，躲避不及，那3个人直接骑马从那孩子头顶上飞过去了，那是一点没伤着人呐。暗卫扔给小摊老板1两银子，算是答谢，就翻身上马，继续往京都方向追了。一路追一路问，确定人家赶路的急，他们一路往京都方向狂追。这3个大男人带着个孩子赶路，这其中一个还戴着面具呢，这多显眼呀！换作是谁都会多看2眼。要有孩子，那我能不记得吗？我们家小少爷这是又失踪了吗？世子妃，世子爷回来了。我大哥回来了。不是大少爷，是世子爷。宁相公，镇南王世子回来了。这是我儿子？这男人谁啊？楚墨尘还有些后悔回来的太晚，错过儿子的出生。这会儿见到怀中孩子，又觉得早点生也挺好。不过这小模样瞧着不大像我呀，好像也不怎么像明媛。楚墨尘看了半天，暗卫凑上来：“像不像我？”“当然像爷您了，看着小鼻子小嘴儿，像极了。”“这是灵月郡主和恒王的孩子，怎么可能像这位爷呀？这瞧着哪儿像了？哪有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楚墨尘抱着孩子往内殿走去。“还是我来抱吧。”“我自己抱，你退下吧。”他就那么看着楚墨尘抱着孩子上台阶，迈步进内殿。没想到世子爷这么会抱孩子啊！可惜啊，抱的是别人的孩子。辛苦娘子了。奶娘呢？还不赶紧把这孩子抱走？这孩子，岳母大人的态度怎么这么冷啊？世子爷，把孩子给奴婢吧。姐夫，这是灵月郡主和恒王的孩子。他们的孩子怎么会在行宫里？他望着明媛，明媛眸底含泪。告诉我，出什么事了？你才回京，身上灰尘重，去洗洗吧。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不迟。日夜兼程的赶路，楚墨尘也确实疲惫的需要好好沐浴一番。但他知道苏轼是支开他，有些事确实问暗卫更合适些。一出寝殿，就被眼前一幕给震得心掉进深谷。我不在的时候，行宫出什么事了？10天前，世子妃为世子爷诞下一小世子，只是属下们疏忽大意，被灵月郡主易容成稳婆混了进来，把小世子给抢了。定北侯世子已经带人去追了。是属下们看护不周，还请世子爷责罚。楚墨尘转身回屋。我们的儿子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楚墨尘帮明媛擦眼泪。爷，属下可能知道小世子在哪儿。什么叫可能知道？爷，您还记得咱们回京路上救的那个孩子吗？楚墨尘眉头紧锁。那好像就是小世子。哎，你怎么回京了？世子爷呢？他也回来了？半个时辰前回来了，谁想到小世子会被人挟持，这不都出来找人了？你们不是随定北侯世子去追灵月郡主了吗？怎么在京都？哎，这事说来话长啊。我们一路追着灵月郡主，结果那女人狡猾的紧，趁我们不备，把小世子和一农家小子调换了。话匣子一打开，暗卫一边吃一边说，只是他们问了那么多人，都没见过有戴面具还有2跟班的。戴面具还有2跟班？昨个下午在京都40里外的镇子上露过面，这怎么听都像是我们和世子爷呀。那日他们快马加鞭赶回京，在一茶摊处歇脚喝茶，外加喂马，然后来了一对夫妻，男子去方便，女子抱着孩子坐在那里，哭，就知道哭，不就模样生得好一点，竟然要50两。我1年到头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点钱，全换成了你又不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我图什么呀？楚墨尘本来也没打算管，只是那孩子的哭声哭得他心头烦躁。且不说这孩子怎么就辗转卖到他们手里，但既然买下了他，就该好好对他。楚墨尘就管了这一桩闲事，把孩子抢了。爷，还是您抱他吧，多抱抱，熟能生巧，回去也抱小世子不是？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孩子是会哭、会拉屎、会撒尿的。换了2套锦袍后，楚墨尘就忍无可忍了。然后呢？然后，暗卫小心翼翼地瞄了楚墨尘一眼。然后世子爷就把小世子送人了。楚墨尘额头一颤一颤的，然后腰间一疼。我又不知道那是我儿子，我这就去接他回来。说完赶紧起了身，暗卫紧随其后。不是才回京吗？这么火急火燎的，这是要去哪儿？世子爷去接小世子了。接？小世子找到了？应该算是找到了吧。到底怎么回事？世子爷在回京路上误打误撞救了小世子，嫌弃小世子在他身上拉屎，把小世子送人了。那可是亲爹呀，说好的父子之间有感应呢，难道那感应还比不上一泡屎的威力吗？柳儿请顺公公进行宫喝茶，我就不进去了，等世子爷接小世子回来，我还会再来。朕怎么会有这么不靠谱的外孙女婿？也不能怪镇南王世子，毕竟他也不知道自己随手救的会是自己的儿子。都说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他既然把孩子救了，怎么能因为在他身上拉了一泡屎，就把孩子随便送人了？镇南王世子也是心善之人，能让他托付孩子的必定不差。你们是什么人？2天前，令尊是不是抱过一个孩子回来？我爹是抱了一个孩子回来。快把棍子放下！那孩子就是这位公子交给我照顾的。那孩子呢？老者支支吾吾。快说呀，那孩子呢？我把那孩子送去附近的庙里，交给方丈照顾了。我家爷不是给了你100两，让你好生照顾孩子长大吗？老者一脸惭愧，几个月前儿媳妇才给他添了个孙女儿，他想着正好凑一对龙凤胎一起养大，只是他想得很好，奈何媳妇、儿子、儿媳妇都不同意，老者拗不过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去庙里做小和尚。那庙香火不错，不会饿着他的。庙在哪儿？我带你们去。去的时候，几个7、8岁的小和尚正逗他儿子玩呢。楚墨尘过去把孩子抱起来，一抱起来，暗卫就看到了孩子屁股上的胎记。爷，有胎记，是小世子没错。楚墨尘也不是第一次抱儿子了，之前抱得毫无负担，现在抱着同样的姿势是哪都不舒服。有什么好哭的呀？怎么这么爱哭啊？你哄哄他。爷，这是您儿子，您都哄不歇，属下哪能啊？这小少爷是公子的儿子，亲儿子。这样的贵公子居然把自己的亲儿子送给我，还给我100两，将他抚养长大，他是脑子不大好吗？放下我小师弟！你们师傅呢？在禅房诵经。其中一小和尚飞快去找人，很快就过来了一老和尚。师傅，他们要带走小师弟。阿弥陀佛，施主，为何要带走我这小徒弟啊？这是我儿子。老和尚愣了下，看向老者。就是这位公子把孩子交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成孩子的亲爹了。施主如何证明自己是这孩子的父亲呢？我说他是我儿子，他就是我儿子，何须向你证明？丢下这一句，他抱着孩子就走。老和尚要阻拦，被暗卫拦下。这孩子真是我家小世子，你们要不放心，可以去府衙看看我家世子爷的画像，以他的身份还不需要抢别人的儿子。说完，从怀里掏出2000两银票塞给老和尚。承蒙贵寺照顾我家小世子2天，这是给贵寺添的香油钱。抱着孩子一路往京都赶路，只是孩子越哭越凶，哭得嗓子都快哑了。爷，小世子是不是病了？我儿子哪那么容易生病啊？去，不会带孩子就不要带，哪有孩子饿哭了就怀疑是病了，往药铺里抱的？还不快去找奶娘？属下这就去。暗卫找了个奶娘，楚墨尘和暗卫一个守在门前，一个守在后窗户，不敢掉以轻心。
等孩子吃饱了，就带着孩子继续赶路。结果跑了没一会儿，孩子吐了楚墨尘一身奶。这是我儿子，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这就是我的小外甥啊！魏明成小心翼翼地抱着孩子，孩子在他怀里望着他。这是我儿子吗？我抱着不是哭就是在我身上拉屎撒尿，要么就吐奶。魏明成抱他怎么就没见他使坏呢？是舅舅没有，才让你被人抱走，吃了那么多苦头，到现在才被找回来，还险些被你亲爹送给了人。哎，你说前面的就够了，在我儿子面前揭我的短做什么？想离间我们父子不成？还用得着我离间吗？别看孩子小，什么都懂呢。说着，抱着孩子跃上马背，抓着缰绳就掉头准备回行宫。楚墨尘看向暗卫：爷，您放心，小世子这么小，他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了，您又不是故意把他送人的。一旁的暗卫嘴张了张，欲言又止。有话就说。您救了小世子，又把小世子送人的消息传遍北越京都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知道这事儿的人本就不少。所以世子爷，您别指望小世子小什么都不懂，他是小，可等他长大，这件奇葩事儿他肯定会听说的。楚墨尘脸黑成炭。小世子走远了，京都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东陵细作，小心为上。丢下这一句，暗卫逃命似的追着魏明成走了。